孙敬，事到如今，还不弃械投降？哼！走。如今潼关已破，你败局已定。只要你放了太孙，我不杀你。 你爹胆儿扑在我脚下求饶，若不是装死逃了过去，哪轮得到他在京中做伪帝啊？今日太孙在我手上，我才是天下正统。凭你小儿一句话，就想让我给你太孙？那你想要如何？哼！你和你的兵马即刻退出潼关，叫京中的伪帝写下诏书，昭告天下。 自己得位不正，将大位归还于太孙。如今这关内的战局，你好像没有与我商谈的实力。哼，来，妮妮，这孩子才是先太子留下的唯一血脉，在你们李家，他才是嫡系正统。若是今日被杀了，你在天下人面前该如何交代？ 你那个伪帝父亲，在天下人面前又该如何交代？不要管我！杀了孙贼，还天下太平！杀了他！孙敬，你一代枭雄，如今竟拿个小儿做挡箭牌，岂不成了天下的笑话？你不必用激将法。你若是不退兵的话，就休怪我动手了。住手！ 我愿用我一命换取太孙一命。是情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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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！哼！是情郎，不要管我！不要！孙贼，还天下的！是情郎，不可，不可！是情郎，是情郎。 好了，好啊！秦王有如此气魄，那我孙某必定说到做到。秦王，你便自行了断吧。是情郎不可，是情郎，是情郎，是情郎，别惊他了，是情郎，杀进去！舍弃哥，不可！ 秦王殿下，孙敬身边的是假太孙，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才是真正的太孙。你说什么？李念，你不愿意救太孙也就罢了，何必使出如此阴谋诡计，想用一个假太孙来换名正言顺绞杀真太孙的机会？大都督，你说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是假太孙，那你又如何证明你抓到的？ 就是真太孙呢？哼！太孙身上有先太子的印鉴，我是连人带印，一并从韩畅手中夺过来。你们若是怀疑的话，那也不用争论什么了，我一剑砍了他便是。住手！动手啊，大都督！大都督就不曾怀疑，云长将军韩畅如此忠心耿耿的先太子旧臣，在你擒到太孙以后。 为何没有拼死追踪，召集人马救回太孙呢？至于这先太子印鉴，云长将军为何又偏偏要放在这孩子身上？他难道不知道
一旦你得到此物，便能确认这孩子的身份无疑了吗？是。众将士，杀孙敬避封侯，赏黄金10000两。杀！先带太孙走，留着他还有用。太孙，韩将军，不是救你了，走。孙坚，你起兵弑君那日，可有想过会有一败涂地这一天？秦王殿下，此等逆贼，杀了便是。我英雄一世，我若是没有中毒的话，你们再多的人，也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！无知小儿，你妄想取我人头，我是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！这一对玉佩真是精致。我们两个一人一半，我会永远带在身上的，不离不弃，永不分离。
大禹天泰元年，孙敬兵败潼关，自刎而亡。其妻魏国夫人及长子在逃亡路上被抓获。自此，孙敬谋逆之乱彻底平息。拖过去。来，这个鸽子怎么样了？校尉，怎么了？刚刚趁乱，有人将太孙劫走了，赶紧派人去追。是。齐王那边怎么办？我跟他说吧，你快去。好。韩英，辛苦你了，多亏有你才找到真正的太孙。如今孙敬已死，我们将太孙护送回朝，便大功告成。十七郎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坦白，我带来的那个太孙是假的。真太孙确实是孙敬劫持的那个孩子，我本来已经安排好了，派人趁乱找机会把真太孙给救下来，但是没想到被人抢先了一步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去把真太孙追回来。十七郎，先忍上。十七郎，追不上了。这些人可以趁乱救走太孙，身手如此利索，八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。太孙的安全应该无虞。如何能确定是韩畅和他的部属？如果被不轨之徒劫走呢？你明知道我答应过萧妃要救下太孙，可刚才你拿一个假太孙去诈孙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便他相信了，也可能会对真太孙不利？我自然想过。你知道有这么大的风险，你还要这么做？我心中已经反复衡量过了，有7、8成的把握，可以让孙敬相信，也可以救下太孙。7、8成，那剩下那2、3成呢？能救下太孙固然是最好的结果，如果中间有任何差池，那也是我办事不妥，与你无关。什么叫出了差池？是你办事不妥，与我无关。十七郎，有些话一定要我说出来吗？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？你此番要真的把太孙带回京，朝中上下不会因此掀起一番腥风血雨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想让陛下立太孙为储君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天下初定，人心浮动，朝野上下都能跟你一个想法吗？朝中宫中还经得起再一次祸起萧墙吗？哼！你如此深明大义，言辞有理，为何不事前与我商议？因为你知道，我一定不会答应什么。是，秦王殿下忠勇过人，早知道我刚才就不应该插手，就应该让你舍身取义，被天下人诸此称颂。等我以后路过的时候，也定会为殿下上2炷香的。小薇，这次的事儿都怪我，是我没能救护太孙。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虽然我让你带人去救太孙，但怎么也想不到，暗处居然有人潜伏。那些人8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，你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伤得怎么样？哦，我没事的，只是我听耳朵说，秦王当众给你发脾气，还跟你吵起来了。不要提他。孙敬走的匆忙，一把火就把书房全给烧了，东西呢也都烧了大半。
这些还是我带人在没有烧完的瓦砾底下搜到的。我终于知道，这朝中原来有人与孙敬暗中勾结，时时与他策应。但这些信中并没有落款，而且信里借用的是暗语，所以这个人我们暂时还找不到。十七郎，回到西长京之后，我们还是要提防一些。是啊。李逆攻下了潼关，派人急报回朝，还带回了孙敬的尸首。这帮朝臣在朝中吹捧他，又立下了不世之功。我这大哥也是难与之相争啊，只怕这东宫之位，还是要落到他李逆手上。有一位异人，一直想求见殿下，3番2次派人相请，我被纠缠不过，就见了他一面。他说他有妙计，能助殿下一臂之力。哦，此人自称姓柳，曾是崔乙的义子。我与他交谈一番，发现此人心机深沉，又曾是这样的身世。此人与崔家必是死敌，倒可一用。刘公子久仰了。殿下见笑了，谈何久仰？我如今只是一个飘零之人罢了。你既然是飘零之人，如何为本王效力？秦王如今收复潼关，大败孙敬，立下如此大的功劳，一旦回京，定会对东宫之位志在必得。殿下身为他的兄长，难道不觉得其势可危吗？还有我大哥居长呢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他李逆。若是李逆娶了崔毅的独女，从此崔家军和镇西军一样，听从李逆的号令呢？到时候，即便是圣上，又能奈秦王何？别说殿下想要一争东宫，即便是想要做一个闲散的亲王，也无半分立锥之地了吧？李逆会娶崔氏独女？他们2人早有私情，不然殿下以为，凭什么就凭秦王一封书信，崔家军就能具体培元解围？凭什么秦王许诺给崔乙魏阳大将军的虚衔，崔乙就肯让出常州？凭什么镇西军就能和崔家军一同去攻打潼关？原来如此。殿下其实早就想好了吧？殿下是不是想派遣些人手，将秦王截杀在回京的路上？但殿下觉得，在万军护卫之中，若是要刺杀秦王，有几分把握？柳公子可有妙计啊？殿下不如出其不意，从崔林处下手。攻心为上，关心则乱。一旦他的心乱了，就必然会出纰漏。到时候，殿下便可趁此时机杀了秦王。计谋是好计谋，只是这实施起来有些棘手啊。殿下放心，我既献了这计策，定然会亲自率人马前往，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不知事成之后，本王该如何谢柳公子？为殿下效劳，正是我心中所愿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愿殿下拨一些人马，供我驱使。这都好几天了。秦王在关里，咱们驻扎在关外，按理来说也不远哈。这个秦王殿下也真是，他自己不来就算了，也不派个人过来。小伟，你说秦王殿下是不是真的生气了？你操那么多心干嘛？秦王生不生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看啊，你之前跟秦王殿下那么好，那这次不就是因为太孙的事情
才生了嫌隙嘛。桃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平时没有这么啰嗦。哦，我只是在想，秦王殿下该不会是病了吧？最近时气交替，忽冷忽热的。我可是听说，关里好多人最近都病了，连那个耳朵也感染风寒了。你要是心疼谢长耳，你自己给他送药去。不，我才不去呢。小伟，只要你一天不搭理秦王，我也绝对不会搭理那个耳朵的。我绝对不会搭理他的。耳朵，桃子，桃子，你终于来了。校尉怎么说？他还是那个样子，我都跟他说了半晌了，他连提都不愿意提到秦王。那这可怎么办？我来的时候，老鲍他们千叮万嘱啊，说一定要拜托你说和校尉和十七郎。你是不知道，十七郎现在心里憋着一团火，每天4更天不到就起来练剑，非得拉着我们一起。每天不是练剑就是练枪，再不然就是军营里操练阵法，我们实在是受不了。你跟我说这些也没用，小姐那边我也是一点法子都没有。哎，要不你让你们家秦王装个病呗？这样的话我也好跟小姐说，让她去探秦王的病。秦王要是肯装病，就不会每天4更天起来练剑了。那怎么办呀？老鲍，老鲍，怎么样？桃子怎么说呀？桃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，可是我觉得不妥。他要是不肯装病的话，那咱们就真的让他小病一场。那，你把这个给他，他吃了以后自然就病了。到时候我就跟小姐说，秦王病了，让他探他病去。这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？哎，我觉得甚是妥当。老鲍，我说耳朵啊，你可不知道，十七郎昨天晚上拉着我巡营巡了半夜，今晨3更又把我叫起来，非让我陪着他练剑。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了。你不去下药，我去下药。哎，老鲍，这样不行，万一……什么万一啊？他再不病2天，我就先疯了。他还是病2天吧，要不然我真疯了。哎，老鲍，老鲍。这个做个记号，掐过的是有药的，没掐过的是没药的，掐过的是有药的，没掐过是没药的。十七郎，十七郎，练了半晌剑，饿了吧？我让厨房新做的，来，先吃点吧。厨房怎么会做这种西点？哎，孙记的厨子不是还活着吗？我让他做的呀，是他手艺。哎，你看这点心，做的又精巧又好看，尝尝吧。哎，你看，好吃。好吃。好吃吧？确实好吃。好吃吧？怎么了，老鲍？不舒服了？哇，味道真好啊！
咱们是兄弟，你居然坑我！哎呦！老爸，老爸，投毒这种事情，我可是斥候出身，你居然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你天天拉着我骑3更睡5更，不是练剑就是练枪，你居然还要换让我吃这个下药的点心！哎呦！我要跟你绝交！我要跟你绝交！哎呦！公子，真的要对校尉不利吗？这种毒药，接收人只肯给咱们1份，说是他们接触最珍贵的秘药，只要吃下去之后并无中毒之兆，如同生了重病一般，连最好的大夫也看不出来。若是不得解药的话，数日之后便会殒命。阿莹若不出事，李逆就不会乱；李逆不乱，就更无法杀了李逆，也无法劫走阿莹。去吧，小心行事。是。小姐，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早上起来就不舒服，现在头疼的很厉害。这么凉，肯定是发热了。原来是发热。老爸，怎么退步这么多了？我以前就打不过你。再说了，我拉肚子拉了好几天了，人都虚脱了，你也不手下留情。哎呦，你这还来真的你这石七郎，石七郎，什么事？桃子来了，他说有急事要找你。不见。石七郎，他有急事啊？他能有什么急事？要是军中的事，就让他写了文书送到我们军中去。秦王殿下身为盟友，难道要见死不救吗？放开！秦王，什么事？我们家校尉病了，病得很严重。你们家校尉病了，你去找大夫，找我做什么？我自幼就给校尉号脉，深知他的体质。这一次真的病得太奇怪了，先是突然高烧不退，我给他施针喂药，都没有任何的效果。今天校尉已经昏睡不醒了，殿下，你快去看看他吧，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重病。你都看不好，那就更应该找大夫。你，秦王真是铁石心肠。旁的不说，我们崔家军总是振兴军的盟友吧？便是看在盟军之情，你也不能如此对待。你这是豪狠的心。石七，桃子，桃子。我说你啊，怎么这么狠心啊？少在这里装模作样了，我还不知道你们玩什么花招吗？刚开始想让我生病，眼见不成，只好让他去生病，是吧？这次真的跟我没关系，我发誓。还是去看看吧，万一他真的病了。
定要挺住！我已经命人骑了快马，去报知大将军了。他一定会很快赶来的。你一定要挺住，小姐。石七郎，是我。月明星稀，如此良夜。哈哈，石七郎，走，一起巡营去。你最近不天天嚷嚷着要睡觉，让你巡营各种推脱不去，怎么今天这么主动？哎呀，今天晚上不一样，我精神抖擞啊。我陪你去巡营啊，免得你干别的事情。我干什么别的事情了？哈哈，不干别的事情，那再好不过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我今晚就陪你一个通宵，到某镇点兵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今天晚上咱们就把每一个角落仔仔细细的给他巡个遍。小姐，小姐，桃子，桃子，药好了。这是我按你的吩咐去附近大集镇药铺买的药材，然后我亲自蹲在炉子边看着熬的，时辰一点也没错。小姐，药来了，小姐，药给我。小姐，药来了，喝了就好了。小姐，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张开嘴巴，咱们喝了药就好了。小姐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你喝口药吧，小姐。小姐，桃子，我这就去叫石七郎，这一次我就是拖也要把他拖过来。你别去，他就是个薄情寡性的人，你让他来做什么？不是的，他一定不知道何校尉病成这样。石七郎不是这样子的人。你在这儿帮我守着小姐，我现在去传令三军，严加防备。他现在病成这个样子，绝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有机可乘。好。对了，等我回来以后，你就先走吧，以免误了军中典卯。不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。你是镇西军中的人，万一大将军回来，看见小姐这个样子，我怕他会杀了你。公子，怎么样？青蛙还是没有出来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，李密居然是如此薄情寡义之人。阿英果然是看错了他。公子，校尉已经毒发3天了，今夜若是不服解药的话，等到天亮，即使服了药也会有损寿元。再等等。哎，石七郎，别走啊！这才4更呢，回去那么早做什么呀？所有营地都巡完了，不走留在这干什么呀？再巡一遍啊！不都说好了吗？我陪你到天明啊！我还有事。什么事儿啊？这经理派来的信我都还没看呢。哎呀，明天看不就完了吗？又不是什么急事儿。那我要睡觉去。哎，你前几天每天晚上怎么教训我的？不困，咱不困。你今天就是故意的是吧？哈哈哈，还真让你说对了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行，那我们继续啊，继续，走走走。哼，拦不住我了吧？
公子，天快亮了。真是没想到，阿英如此聪颖，却所托非人。赤家军今夜已经加强了戒备，如果等到天亮，只怕入帐不易。这解药，去吧，先给阿英服下解药。是。桃子，秦王殿下来做什么？你们家校尉真的生病了吗？我们家校尉好得很，不劳殿下挂心了。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？当然没有了。殿下放尊重些，这是我们崔家军的营地。殿下要是再这样，我就要命人将殿下逐出去了。桃子，你和谁在外面说话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慢点。来，我看看。我没事儿。把你急坏了吧？我真的很担心。阿英，你真的生病了？你哪里不舒服？现在好一些了吗？秦王请自重，只是小疾，不劳秦王费心了。桃子，哎，你先出去一下吧，我有些话，我想对秦王说。小姐，你才刚醒过来，我在这儿陪你吧。没事，放心吧。去吧。阿英，你心中恼恨我诓骗你，这些天我也想了许多。即便是重来一回，我还是会那样做。我不后悔自己的做法，因为我认为无论是真太孙还是假太孙，都不值得你拿自己的命去换。你现在病了，我们不要说这些了。前日我发高热、昏昏沉沉的时候，心里盼着你能来看我。人在生病的时候，总是很脆弱。我自幼丧母，身边也没有几个亲人。如今除了父亲，也就是你待我最亲了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倘若你能来看我，那就证明我在你心里还是要比很多其他事、其他人要重要的。如果你来了，纵然生气，但是我可以把事情跟你分说清楚，这样下一次你也能明白我的心思。但是你没来，我知道你还是恼恨我的。我没有恼恨你，在我心里，你比任何一个人都重要。殿下就不要说这些昧着良心的话了。那我也跟你说几句我的心里话。我想告诉你，什么秦王，什么元帅，我都不稀罕。
我只想完成萧妃娘娘的托付，然后再和你一起回到劳兰观，去看天高云淡。石七郎，但是你回不去了。你的父亲是当今的天子，孙敬已死，天下大定，你的2位兄长就像豺狼虎豹一样，你放心把天下交到他们2人手中吗？我说过了，救回太孙，我会力劝陛下立太孙为储君。太孙今年才几岁？太孙年幼，资质如何，天分如何？如果等他长大了是一个庸才，又如何能执掌天下呢？太孙是天下正统，理应继承皇位。况且他天资颇佳，也会有无数能臣辅佐他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你认为你的2个哥哥会让太孙活到成年吗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觉得我应该去成这个储位。没错，因为我认为你才是适合成为这个天下之主的人。你宽厚仁慈，心怀天下，你会怜悯百姓，你军功赫赫又善于掌兵，国朝两都是你收复的，天下叛乱也是你平定的。如果立你为太子，那朝中的大臣是不会反对的，朝中没了纷争，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。石七郎，你会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好君主。如果将来你继位做皇帝，那未来的几十年都将是太平盛世。人各有志，有的人想权倾天下，而我只想信守承诺，等天下太平，和你一起去劳兰关戍围边疆。倘若我不愿意跟你回劳兰关，人各有志，有的人想权倾天下，而我只想信守承诺，等天下太平，和你一起去劳兰关戍围边疆。倘若我不愿意跟你回劳兰关呢？我知道我不能勉强你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同我一起，因为我心悦你。
就知道你出关会往这边来，所以带着弟兄们来接应你来了。怎么样，够义气吧？哈哈，不像有些人，把自己兄弟都打晕了。先回去，父亲有埋伏。好嘞，这样。去！桃子，桃子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干果，给。怎么了？你连干果都不想吃了？不是不想吃干果，只是明天我就要和校尉一起随军撤走了。啊？怎么这么快？大将军得知校尉突然生了一场重病，他担心的不行，一定要亲自来接校尉。可他是节制两镇的大将军，要是贸然出现在潼关，怕是朝中会有什么误会。所以校尉说我们得赶紧撤回，途中也好遇上大将军。那我明天去送你。你别来了，校尉不开心，我不想让他看到镇西军中的人。我这就去跟石七郎说，让他跟校尉赔个不是。啊！你回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别瞎掺和。可是我不想和你分开。梦中未必丹青见，人间久别不成悲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家校尉说的，意思是，只要分别的够久，人就不会觉得悲伤了。我不这样认为，我只要跟你分开，我就会觉得悲伤。要是跟你分别久了，那我会很伤心的。哎呀，这又何必呢？连送都不送一下，这会儿站在这儿看着空地发呆。哎，谁说我在看空地了？我在看两边山势。哼，现在看不看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啊，一会儿等你这心里空落落的，你就知道滋味了。哎，来，昨晚派出去的人。有没有查到什么？哦，这个树林里是有些痕迹，但看不出什么。那些人行事啊，还是非常谨慎。对了，会不会冲着崔小姐去的呀？我听说这个崔小姐病还没好利索呢，走的时候都坐着马车走的。你不去护送？不是冲着她，8成是冲着我来的。再说了，她被大军拱卫。他父亲又派了精兵来接应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哼，我说你啊，就是死鸭子嘴硬，你不去追啊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哼，还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上。潼关已定，大军也该返京了。在看什么？我在看这天上有2只孤雁。
一直向南，一直向北，好生可怜啊！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飞到一块儿。秦王奏请还朝，今日回京了。起初礼部还在议是否令百官交迎，秦王得知后给立辞了。不过今日满京城的女儿家全都涌到街头去看秦王率领大军凯旋而归，都盛传说秦王真是英勇无仇，威风凛凛呐。父亲想说什么便说吧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秦王殿下呀？3日以后。哦，为何是3日以后啊？婉娘在等一个人，等那个人到了，婉娘才可以去见秦王殿下。哎，豹哥啊，石七郎，今日闲来无事，咱们出城跑马去。不去。听说丰盈楼来了一批好酒，咱们喝酒去。不去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自打回京的路上开始，就和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整天闷闷不乐的，还摆了一张臭脸。怎么？谁惹你生气了？还是说谁给我们秦王殿下气受了？这个世上啊，一物降一物。你以为威猛无敌的秦王还没有人治得了他了吗？哎，你别和我打哑谜，说呀！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，总比有人这个心乱如麻、胡思乱想强吧？石七郎，顾小姐求见。秦王殿下。殿下。顾小姐客气了。奶娘，奶娘，走。石七郎啊，你长大了。小郎君呐，已经变成了秦王。我一到京都啊，就听见城里人人都夸，说秦王好生威武，每个小娘子都想嫁与秦王。奶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住到乡下已经好多年了，身子不好，也没人送我到城里来。这次啊，多亏了顾小姐，不知怎么托人就寻到了我，问我想不想来看看你呀？我自然乐意呀。这次能见到石七郎啊，我就算立个死了，我也愿意呀。奶娘，别说这样的话。我高兴，我高兴。奶娘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来吧。这秦王府很大，你想住哪就住哪。好，好。哎呀，长大了，长大了。殿下，老人家歇惯了午觉，我刚刚已经服侍他睡下了，殿下放心吧。多谢顾小姐。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。奶娘年纪大了，我也曾派人寻访过她，可总是无功而返。我甚至以为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了。奶娘的亲生儿子十分不孝，我便没有给他金银，而是令李正好好责问他。奶娘家中贫寒，所以我以殿下的名义
买了几亩良田，地契上写的都是奶娘的名字。这样，以后她若是不想在府中常住，回乡间养老也是足够的。顾小姐，你真是个心善心细之人，谢谢你。对了，那买良田的银两，待会儿我命人送到府中去。殿下客气了。我自幼愚笨，实不相瞒，在家中也不受父母宠爱，所以但凡有人对我好一点点，我便十分感念。殿下与我有救命之恩，这样的大恩，婉娘无以为报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，只愿殿下常得欢颜，这样婉娘便十分高兴了。谢谢你。朝臣们都劝朕，要对崔乙也有所赏赐，还要我好好笼络笼络他们崔家。哼，他已经节制平凉、未阳两府，我还怎么赏赐啊？再说了，他也没有儿子可以封爵，哎，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好好的笼络笼络他们崔家呢？父皇，儿臣心中倒有个想法。快说。听闻这崔乙只有一个女儿，而且是在军中长大的，并不逊于男儿。儿臣至今并未婚娶，不如父皇将这崔氏女赐婚给儿臣。如此一来，崔氏女就变成了父皇的儿媳，而崔乙就变成了儿臣的岳父。哪怕是将来让他退出东都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这个法子好，很好。只是不知道这个崔氏女是什么样子啊？你说她从小在军中长大啊，是不是为人很粗鲁？若是容貌又丑陋，性情又粗鄙的话，哎呀，岂不是大大的委屈你了吗？儿臣是父皇的儿子，理应为父皇分忧，笼络崔家，以免君臣猜忌，这是儿臣应尽的本分。父皇放心，无论这崔氏女相貌如何，品性如何，儿臣都愿意娶了她，并且好好待她，从此让崔家对父皇忠心耿耿。莱儿，还是你最顾全大局呀。不过你放心，父皇以后呢，一定赐几个美姬给你当侧妃，不会让你白白的啊受这么大的委屈。放心吧，啊。父皇喝茶。好。您是说，朝中遣人来，说想将我嫁与齐王？哼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齐王什么东西啊？也想娶我女儿。皇帝果然是李逆他爹，这父子二人一样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好了，不提那个不知好歹的混人。阿爹，我是想，既然朝中有人起了这样的心，那咱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反将他们一军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是？咱们大大方方的上书皇帝，就说想让我嫁给皇子，可以，但是要遵从我的意愿，要我自己从皇子中择人而嫁。那个李逆不知好歹，难道你还要嫁给他？我嫁不嫁给他是两说，但是既然朝中已经有人惦记上咱们崔家，那我们不如坦坦荡荡的行之以阳谋。你是说，只要我说从皇子中择一人而嫁，那就会有一场天大的热闹可以看。李逆这两个兄长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。我也要看看李逆会有什么反应。哎呀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可不要赌气。阿爹，我没有赌气。如今您节制平凉、未央，咱们崔家军又兵力强盛，朝中早有人坐立不安，
视我们为一块肥肉，人人都想上来抢一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不如先一招破局，让他们自己先打得头破血流。你可要想好了，这奏书一旦递上去，你未来的夫婿只能从3个皇子中挑选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最后的结果如何，未必真能如我们所愿。阿爹，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女儿已经想清楚了。世事如棋局，这天下便是最大的一局。女儿想做那个执棋的人。秦王心中牵绊太多，无异于储君之位。女儿曾经与他一席长谈，但是收效甚微。既然他甘愿为一颗棋子，那女儿就算逼，也要把他逼成另外一个执棋的人。阿爹，我想赌这一把。陛下，崔乙奏书中说，是陛下示意，想将其女赐婚于齐王，确有此事吗？朕确实是派人去问了一下。陛下之意便是圣意，但是他身为臣子，竟然口出狂言，要为女儿在皇子中择婿，视当朝礼法为无物，还请陛下下旨申斥，以正朝风啊！没错，这个崔乙确实是太目中无人了。他以为皇室是菜市啊，想挑就挑。陛下，崔乙节制平凉、魏阳两府，又占据东都，朝中上下本就忧心他权势过大，无人辖制啊。陛下圣明，愿意选崔氏女为皇子妃。如今崔乙不过是婉言相求，为女儿择一皇子为婿。陛下不如应允，此举不费一兵一卒，便能收归崔家兵权，真是高明啊！朕也觉得这个法子不错。可是朕的儿子要娶他的女儿，那是他们崔家无上的荣光啊！怎么还能再上奏书说自己挑一个呢？陛下所言甚是，崔家无状，崔氏女怎堪为皇子妃呀？无人无状，陛下是君主，胸怀广阔，能容天下。崔家所为，陛下定然可以宽宥。先君后臣，天经地义。岂有臣子挑选皇子为婿的道理？你这是食古不化，不通辩理，你这是迂腐。你这样说，可对得起陛下，可对得起列祖列宗。你这是不懂礼数，你才不懂礼数，你忘了祖宗。多谢嫂嫂。二弟客气了，你们兄弟二人慢慢聊。大哥真是娶了位好嫂嫂啊，臣弟羡慕不已。这一下朝二弟就赶到我府上，到底所谓何事？大哥，这次你务必要帮我呀！崔乙说要在我和李逆之间择婿，崔乙说是在皇子中间择婿。啊，我想大哥已经娶了王妃了，想必那崔小姐不愿意嫁过来做侧妃，所以我才想着，若是大哥能够帮我一把。我要是能够得到崔家助力的话，以后必定会全力相助大哥入主东宫的。大哥意下如何？二弟说的有理，这崔家小姐绝不能嫁给李逆。那就多谢大哥了。这位崔小姐，我服，五体投地，心悦诚服。你们说说，皇上要把崔小姐嫁给齐王，他多聪明啊！主动上书，说自己要在皇子中选一位，这不就明摆着吗？她要嫁给我们十七郎啊！就是。哎，十七郎，你总得向他表示表示吧？啊，
得表示一下。要的。他只是说要从皇子里面选一个，又没说是我。哎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人家一个姑娘家，难道要指名道姓说嫁给你啊？她不想嫁给你，嫁给谁啊？啊，对啊，她不想嫁给你，她为什么要上这道奏书呢？对呀，是啊，石七郎，对，娶崔小姐两全其美，是吧？虽然这个崔小姐呢，她平时为人确实有些厉害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她是崔乙唯一一个女儿，那以后整个崔家军就是由她的夫婿来管辖。那咱们说这种好事儿，她能让给齐王吗？不能，对呀，不能。但是兄弟们，这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崔小姐对咱们十七郎本来就颇有情分的。我觉得小裴将军说的特别对。哎，耳朵，这回你可是高兴坏了吧？啊，崔小姐嫁给我们十七郎，这桃子姑娘自然就到我们王府中来了。到时候你们俩不也就双宿双飞了吗？双宿双飞啊！哎，十七郎，就是崔小姐这嫁妆，起码得有300台吧？得有。那咱们的聘礼也不能少了呀。是啊。哎，俺们村里的规矩啊，这聘礼得有一对大雁，是新郎官亲手射的。要不趁着天气好，俺们兄弟啊出城陪你射大雁去。哎，对，那要是十七郎自己没射着，那大雁让我们射下来了，算不算？当然不能算了，不是说了吗？要新郎亲手射的。哎呀，当然得算了，我们是十七郎兄弟，是家人，家人射的为什么不算？不能算，能算，不能算，能算，我说能算，不能算，就是不能算，不能算。哎呀，别吵了。哎，别争了！我说跟你算。十七郎，新郎官你别走呀！什么时候射大雁去？俺们兄弟好准备弓箭。公子，公子，你说阿英上这道奏书是什么意思？大概是她并不想嫁给齐王，所以才婉言谢绝。因为她只想嫁给李逆。阿英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对她一片痴心，她难道一点也看不到？公子，校尉他其实……他一定是因为我接了结说的兵，所以才恨我。恨就恨吧，反正只要我和他在一起，我慢慢劝他，他迟早会回心转意的。我和阿莹要去的地方，山清水秀，阿莹一定会喜欢的。我和她就在那儿，过着逍遥又自在的生活。阿莹喜欢吃的点心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只要我和阿莹到了那儿，就再也没有人打扰我和阿莹了。十七郎，十七郎，有喜讯啊！什么喜讯啊？让你这么高兴？崔小姐派人来了，约你到城外相见。我就说嘛，崔小姐肯定是找你来商量这个定亲的事儿。你们俩啊，情投意合，此番崔小姐又主动上书皇帝，哎，人家一姑娘家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不管你们俩以前怎么吵架赌气，这回见了面啊，你可千万要和好如初啊，赶紧把人家娶回家来。哎，十七郎，你怎么了？他若是选我，自不必决。
既然约见，只怕事有不协。乐游原还是那么美啊！阿影，当日在潼关，你让我们各自想一想。大将军上了奏书，我原以为你是不愿意嫁给齐王的，才被迫上那道奏书。世事如棋局，无一人能独善其身。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难免会遭人觊觎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心里自然是愿意的。那你那2个兄长，会乐见其成吗？我说过，我无意与东宫楚为。我会寻回太孙，让父皇立太孙为储君，兄长他们就再无指望。你觉得你那2个兄长会甘心让太孙被立为储君吗？如果太孙一旦入主东宫，他能活过1年半载吗？有我在，我就一定能保太孙在东宫平安。就算你可以在朝中处处保护太孙，可是你能担保就万无一失吗？你是秦王，又手握兵权，到时候你的2位兄长构陷你和太孙谋朝篡位，你又如何自辩？难道你为了清白就自恃兵权？那太孙又有谁来保护呢？就算你可以带着太孙回到劳兰关，可你那糊涂的父皇被人挑唆之后一指令下，命你自裁，到时候你是遵旨还是不遵旨？等你陷入绝地，那太孙又如何保全？17郎，这一局真龙，我已经处处替你谋算过了，皆是死局。我要你自己入主东宫，你才能有条活路。我不相信这是我唯一的活路。你能不能不要把人心想得这么险恶？那过一段时间，殿下也许自己就会发现，人心到底有多复杂，到底有多险恶。所以你今日约我前来，就为了告诉我这些？不错。你喜欢我吗？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特别有本事，还非常聪明。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。虽然第一次见面，我们就大打出手，第2次见面，我就把他踹到井里去了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是喜欢他的。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，也不知道喜欢别人到底是什么滋味，但是我心里很肯定，我是喜欢他的。无论他是劳兰关的17郎，还是秦王殿下，无论他是贩夫走卒，还是皇孙太子，我就是喜欢他而已。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但为什么不能嫁给我呢？殿下回去吧，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就可以回到劳兰关
做十七郎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如果我不做太子，你是不是就不愿意嫁给我？如果我说是呢？殿下心里会不会好过一些？十七郎要是娶了崔小姐，那就会留在京都，那你应该也会一起留在京都了吧？那可不一定啊。这为什么不一定？那崔小姐都留在京都了，你还能去哪？也许我们家大将军不愿意把我们家小姐嫁给你们秦王呢。那不可能，你们大将军不都已经上了奏书了，让你们崔小姐自己选一个皇子，这不摆明着，他一定会选十七郎来做夫婿吗？而且他们今天约定见面，不就是为了商量婚事吗？哎，奇怪，我们家小姐跟你们秦王商议婚事，这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桃子，干嘛？我喜欢你，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。你愿意吗？我嘛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？你们家秦王怎么突然骑马离去了？小姐还在那儿呢。殿下，殿下，兴王府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兴王府昨夜走水，兴王妃轰了。什么？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怪不得，信王府竟然会突然走水，
我可怜的嫂嫂连同所有的婢女仆人一个都没跑出来，全部葬身火海。原来是有人故意纵火。我们安插在信王府的内线，竟竟无一人逃出来，觉得此事蹊跷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探出来。王妃的院子似乎有些不对，当天的救火也有所拖延，此事定然是故意纵火，绝非意外作祟。只是不知是什么人做的。真没想到，信王府后面这么大一片院子都被烧成了白地，王妃和满院子的丫鬟仆役就没一个人逃出来。不对，什么不对？王府是有规制的，信王府是从前老晋王府旧宅修整而来，梁柱用的都是金丝楠木，木质十分坚硬，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，旁边院墙的砖却一点都没有熏黑。昨晚还下雨，信王府却救火不及，这种种都不对。石七郎，那你的意思是？一定是纵火，或是浇了油，或是用了助燃之物，否则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。既然是纵火，那么大嫂的死就另有隐情。能在王妃后院纵火，又能操纵仆役，恰巧前2日我还去求大哥，让他帮我求娶崔氏女。哼，还能会是谁？殿下是说，此事是信王所为？我这大哥竟敢烧死自己的结发妻，他这明显就是冲着崔乙上书择婿一事来的。如此一来，他定是也要争一争这位崔氏女，不会再帮我了。殿下，这不正是咱们的机会？你说的对啊！如果让父皇知道的话，大哥就不能求娶崔氏女，我的胜算就更大了。殿下英明。我相信过2天，三弟也会对此事起疑，到时候我可得好好的帮一帮我这位三弟。毕竟当年他对大嫂的感情可是最深厚，他最是敬爱大嫂。如果让他知道是大哥害了大嫂的话，他一定会奏报父皇，父皇就一定会彻查到底，到时候我大哥就倒大霉了。这个信王好狠呢！你觉得是信王下的手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真没想到，他居然会杀死自己的结发妻子。那可是天家，父子相残，手足互枪，就算杀死结发妻子，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阿爹，我想去西长京。你去西长京做什么？信王杀发妻，就是想娶我。那我都要看看，他跟这个齐王又会如何相争。你其实是要看看秦王会如何吧？小姐，咱们今日又要去秦王府看望奶娘啊。崔乙上书，要替女儿从皇子中择婿。这道奏书十分古怪。那古怪在哪里？我曾经见过这道奏书的抄录原文。若崔乙上书是想将女儿嫁给秦王，那必然是另外一番措辞，文字间也可以有所暗示，但偏偏没有。若崔乙上这道奏书不是想将女儿嫁给秦王，那这其中可能就有另一番打算了。所以小姐今日才要到秦王府去。清晨看着秦王进城，似乎淋了一夜的雨。他是一个飞扬洒脱的人，几乎从来不曾有过这副模样。想来是遇到了极大的变故，这变故或许与崔家那封奏书有关。十七郎，我暗中追查下来，发现信王府并没有什么异样。特别是菜油、麻油、干柴、木炭等物，
和往日的用量没有什么不同。而且我也查了历年历月信王府在油铺还有炭铺等处的账目，对着厨房还有柴房进行了清查，都没有什么不对。这要说没有助燃之物，怎么会烧成那样？这也太奇怪了。是啊，我也查了府中的仆役，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十七郎，看婉娘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奶娘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下次要来，派人来叫我一声，我过去便是。这几步路啊，我还走得动。婉娘特意去香积寺啊，求了一部住持大师亲手抄写的心经，据说供在往生人的牌位前，最是能积福消业、积攒功德。今日特意送来，让你供在刘娘娘灵前。谢谢。奶娘，我帮您插吧，您小心火烛烫到手。怎么了？刚刚我没留神，不小心将绣像烫了个洞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可真是我的罪过呀！没事，一个小孔洞而已，顾小姐不必自责。这可是刘娘娘的绣像，都怪我不谨慎。小姐，既然烫坏了一个小洞，把它补上不就行了？你那么心灵手巧，上次那柄白丸扇被我不小心弄脏了，你就在上面绣了一只蝴蝶，可精致可美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殿下，就让我把绣像请下来，好好织补一番吧。十七郎啊，你快点把它摘下来，让婉娘在这儿织补了。那就麻烦顾小姐了。殿下何出此言？婉娘只是亡羊补牢罢了。殿下，韩将军，该喝药了。谢殿下。韩将军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其实，自从救出殿下那一刻，我便觉得这些伤早就无碍了。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韩将军。当时我被孙静掳去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死也要死得有气节，不能丢了我们李家子弟的脸面。没想到还能获救。那日救下太孙后，我们走投无路，幸得秦王手下寻到并告知萧妃娘娘，娘娘让我们在这里暂住些时日。京中形势复杂，崔家携兵权自重，威势一如之前的孙敬。陛下虽是太孙的叔父，但身边却也有小人。兴王、齐王都是心上的亲生儿子，他们会如何看待殿下？还都暧昧未明。
此处可还住得惯？私塾里每日进出的孩子多，咱们藏在这里啊，不会引人注意。这里很好，昨日听到读书声，觉得甚是心安。一直听说私塾，如今到了这里才知道，私塾原来是这样啊。殿下喜欢读书，这是好事。我想多读书，多学本事，这样母妃见到我的时候才会觉得欢喜。我比之前长高了，也要比之前多学一些学问。都怪我不谨慎，这种丝绸最是易燃，香头碰上去就烧坏一个洞，连里面的金线都烧断了。这种真金线一触上去，断了就缩成小小一颗，又不像丝线可以重新接起来，只能整根抽出来重新绣。怪不得你让我命人去拿这种金线，没想到小小的一捆，掂起来这么重。丝衣处取来的金线乃是上好的金线，自然分量十足。说起来，先帝几年前曾下令，天下人尽穿绣金衣，诸人自然不敢违令，所以他们就把金箔贴在丝绸上，这些就不算绣金衣，而是贴金衣，也不算违令了。近几年来，京中很是流行呢。殿下，你刚说这种丝绸最是易燃。是呀。那若是很多丝绸放在一起，岂不是犹如油坊一般易燃？那是自然。我听说京中绸缎铺子的库房外都砌了高墙，以大缸囤水，就怕左邻右舍走水了，那可真就付之一炬，抢都抢不回来了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你刚还说京都里都穿贴金衣，都在丝绸上贴金。对啊，虽然只是薄薄一层金箔，但贴上去光滑灿烂，十分好看呢。真金线一碰到火就会缩小成一颗，那么真金箔同样是这个道理。殿下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顾小姐，我突然想起一桩要紧事，要与裴元说，先告辞了。十七郎，从西王府后院挖出来的泥土，里面怎么会有小金珠呢？去查一查，信王府里近日有没有大量采办贴金绸缎？贴金绸缎？还有，信王那些亲信们，也都给我查一查，有没有同样采办贴金绸缎？好。公子，密探来报，校尉只带了一队人马，往西长京这边来了。他要进京？看着也不像，行得很慢，倒像是在等什么。他是在等李逆吧？他一片痴心，李逆怕是要辜负了。李逆这个人，真是迂腐。事到如今也不敢对阿莹说一句我想娶你。信王、齐王又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肖像阿莹？公子，要不要出手教训一下他们？不必打草惊蛇。是。阿莹既然从洛阳出来，也是好事。
起码脱离了崔家军的大队，否则我们难以下手。已经派了人暗中跟着小伟，选一个好的时机，再偷偷布下迷阵，不能让崔乙轻易察觉。明白。全部都查清楚了，确实就是信王想害王妃。信王以才艺为由，命人将大量的贴金绸缎送入了王妃的厢房，纵火助燃。而且走水的那天晚上，也是他们故意耽搁救火。其中还有一人招供说，他们在王妃还有丫鬟仆役的食物中投下了迷药，所以那天晚上所有人都没有醒来，全部被活活的烧死灭口。李娟，他怎能如此狠毒？他怎能如此狠毒？大嫂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也算患难夫妻。现在虽然是人证、物证、口供都有了，就差迷药的出处还没有聚到人证。这个信王确实是令人齿寒。但是十七郎，你真的打算在陛下面前告发他吗？等王妃去世后，只有大嫂关心我、呵护我。她死得如此冤屈，我一定要在陛下面前替她讨个公道。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秦王呢？陛下，秦王说有要紧军务，一早就出城了，赶不及朝会，让臣给您告假。哼，成天军务的，就好像他一个人有事儿似的。陛下，崔乙上书愿将女儿嫁给皇子，臣以为此事宜早早定夺。这总不好去问崔乙，齐王跟秦王到底要把女儿嫁给哪一个？陛下，信王新官，信王也可以迎娶崔氏。卿说的有道理啊。陛下，信王妃刚刚允了不多时日，儿臣真的没有心思续弦。信王真是有情有义之人呐。有情有义之人，又怎会行谋害结发之妻、灭绝人伦之事呢？陛下，信王先是给信王妃和伺候王妃的人下了迷药，又在王妃屋子里堆满了绸缎助燃，故意纵火，假装走水，活活烧死了信王妃和满院子的人。你血口喷人！李逆，你胡说什么呀？陛下，人证物证一应俱全，儿臣今日一早出城就是为了追查此事。运送绸缎入府的人和下迷药的信王亲信皆已被我捉拿，信王亲信数人的口供连同人证物证已经一起送往了大理寺。陛下，这血口喷人呐！儿臣没有，儿臣真的没有干过这些事情啊！父皇，请为我做主啊！那些人证都是你府中之人，不少是父皇指派，从小跟着你的人。静儿啊！父皇，这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来？为什么？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是王妃多么孝顺的一个孩子啊！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！怎能摆出那么多人来陷害你？其中
中还有那么多人都是你的心腹，你以为父皇傻呀？陛下，信王此行悖逆人伦，谋害结发妻子之事，请陛下严惩。请陛下严惩。父皇，把这个逆子拖下去，关在信王府里，不许出府门半步，让他日日夜夜为信王妃念经祈福，消除他做的业债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，要为儿臣做主，儿臣真的没有。父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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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，要为儿臣做主，父皇，儿臣真的没有。夫妻百人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大哥竟然能对嫂子下毒手。夫妻打架，兄弟争田产，在我们乡下也没少见过。谁知道在这京城，有人竟然会为了争权夺势，杀了自己的婆娘，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嫂子刚嫁过来时，王府里就我最不受人待见。她知道我自幼丧母，一直对我很好。如此心地善良的一个人，大哥也能下得了手。来西上京之前，还想着这京都热闹，好多见见世面。谁知见了这么多事情，还不如不来。哎呀，现在好怀念牢南关那个破土堆啊！那个时候，咱们兄弟们整天苦哈哈的，也没什么钱，就连吃口那个白面饼子，大家都要争来抢去的，可日子过得快活呀。是啊，那个时候真心快活。石七郎，这京都人心叵测。你说过，将来咱们要回牢栏关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还有事情没了，待一一了之，咱们便回去，再也不用理会这京都中的勾心斗角了。走吧。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牢栏关做17郎，就可以回到牢栏关做17郎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石七郎，桃子传信来，说崔小姐等着，乐园相见。直接上书，嫁与我吗？石七郎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都得不到的。你就不能相信我？
不再逼我，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来见我？是，一切是如你所料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，我知道亲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肯定很难过，所以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是啊，但是他结发妻子，他都能那样做。那是东宫，是储君之位，所以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的。所以我才不要那个位子。自幼我就知道那是个牢笼，难道你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生在这牢笼之中吗？是，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，你也会这么说。正因为如此，你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因为这个位子争得自相残杀吗？但你是天子的儿子，你是收复两京的秦王，你还是名动天下的镇西军统帅，你以为此时此刻你不在牢笼中吗？我不惜以自己为饵，难道你就看不清楚吗？我不想再跟你吵架了。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也得不到的。哎呦，二位客官，来点糖饼啊！我要吃，哎，要2个这个，再要2个这个吧。哎，好好。
阿莹，你醒了。是你。我已经找人给你换了干净的衣服。阿莹，是我将你带到这个地方来的。你放心，这个地方山清水秀，就如同世外桃源一般。我们2个人一起生活在这里，不问世事，逍遥快活，也不会再有人过来打扰我们2个。且不妙哉！你给我下了什么药？阿莹，你可千万不能动气，这样对你身子不好。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一定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去伤害你的父亲。你这个与劫鼠勾结的狗贼，还要伤害我父亲，我跟你不共戴天！你看你，好好说话，怎么又生气了呢？阿莹，你一会儿想吃什么？我让人做了好些你爱吃的菜。过一会儿，我们一起吃饭，好不好？你给我滚开！阿莹，从今往后，每一天，我们都一起吃饭。我会时时刻刻陪着你，好吗？你会答应我的，对吧？哎，亲王，我们家小姐不见了。那天你说她回去了以后，我就一路找寻，生怕走岔了。直到赶回洛阳，我都没有找到她。大将军很着急，派出人马到处找寻，也没有找到。我才抱着万一的希望来找你的。你说她现在能去哪儿啊？桃子，你平时怎么找到你家小姐的？我们家小姐从小就用同样的香料，我只要用特殊的引子就能找到她。可是这一次，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。这么说，劫走她的人必然熟知这些细节，才能提前做准备，不让你发现。那这个人会是柳成风。洛阳与乐游原之间，地势广阔，有无数的城廊林木，想要将一个人藏起来，并不是难事。如果真的是柳成风劫走崔小姐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他8成不敢久留，应该是带着崔小姐远走高飞了。人一定不会被藏得太远。为什么？因为阿莹太过聪明了。如果掳走她之后，还要带着她走很远的路，一路上要毫无破绽，太过不容易。柳成风对阿莹执念很深，以他的心机，肯定提早在洛阳附近布置好了安身之处。可这舆图上，洛阳之外的地方是这么大，这要找到他，得花多长时间啊？北边，只有北边。柳成风既与接硕勾结，
那么就一定会选一个接硕游骑可以支援的地方，那么就只有北边。北边地广人稀，林木茂密，更重要的是，再往北一些，就是接硕可以支援的草原。那如果只是这一块地方的话，范围大大缩小，找他就容易多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出发。现在没有朝中军令，我无法调兵。常二、老包，咱们乔装先行。是。阿元，你带些人马去猎场，然后追上来与我们会合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我们出城围猎。我现在就去办。怎么样？这两边的山都搜过了，没什么异样。崇山峻岭，人烟稀少，不好找。石七郎，俺倒有个法子。什么？原来俺们兄弟占山为王的时候，也担心官兵追查俺们的行踪，所以平时行事也是尽力遮掩。但有一件事是无论如何都遮掩不了的，那就是人活着一定得吃盐，而贩盐的人是怎么都不会走到这大山深处的。柳成风要挟持崔烈，那他手下人一定不少。这穷乡僻壤、附近乡县，卖的盐都是有定数，一般乡民们根本吃不起盐，他们每次换盐只会换一点，根本不会多换。我们分头查访附近的乡县，看看卖盐的地方有没有外人来买盐，而且数量还不少的，就可以追查下去。哎，行。来，先把药喝了吧。你放心，这不是毒药。不是毒药，是会让我全身无力、便于软禁我的药，对吗？阿莹，我是真的为了你好。别跟我假惺惺的说这些。你但凡顾及我半分感受，就不会跟接受人勾结，更不会想要暗害阿爹。我也是逼不得已。如果你早早的嫁给我，我自然不会和接受人有任何瓜葛，我也自然会好好孝顺阿爹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现在跟我在一起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不论你怎么打我、骂我，我都甘之如饴。如果你不肯喝，那我喂你。老三这次立了大功啊！没想到到县城一问，根本没有外地人来买盐，但是隔着几十里的浣山县，前阵子被人买走了不少的盐，所以县上的盐都是被借到浣山县去卖了。哪儿当的二哥这么夸我啊？都是运气，运气！你看，这浣山县的盐又不见得就是柳成风买的，这怎么就说自己运气好？这不是没查的吗？万一是呢？万一不是呢？是呢？不是，我说不是，二哥，不是，听石七郎的。我们继续分头行动，搜寻各个山头，方圆左右不过100里。我们每个人多带一些人马。老包，居中联络。好，出发。好，是。公子，附近乡间似有陌生人，还在外头的烧炭，还看到了马蹄印。李逆这个杀才，鼻子比狗还灵，现在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正好，我就把他和他的狗腿子一网打尽，然后在阿莹面前杀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先不要惊动，你去发信号，我进去探一探。好。
莹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得如此入神。你快看看，我给你带什么过来了？我知道，上一次在常州，咱们的喜事被搅了局，我知道你也很难过，所以这一次，我就精心挑选了这么多喜服。你挑一件你喜欢的，咱们欢欢喜喜，拜堂成亲。柳成风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我在准备和你拜堂成亲呢。你心里明明知道，我永远都不会嫁给你的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你当作亲生兄长一般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哥哥。够了！你不要再拿这种话来搪塞我。你父亲从未把我当成亲生儿子，我也根本就不是你的哥哥，都是因为李逆。如果没有李逆的话，你早就嫁给我了，你也绝不会说出如此冷酷无情的话。有没有李逆，我都不会喜欢你的。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我，想不想嫁给你。他觉得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处处照顾我。阿爹在想，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人世间，留着我一个人会不会孤独？如果有你来照顾我，他或许可以放心。但是我告诉阿爹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，或者说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打算嫁给任何人。可是你却向皇帝上书，要从3个皇子当中选一个嫁。你骗我！你根本就不是不想嫁人，只是根本就不想嫁给我。我没有必要骗你。有一度我确实不想嫁人。世间女子如此苦，来这世上走一遭，如果没有人懂我知我，我为什么非要嫁人？我自己一个人快乐自由地活着，难道不好吗？我难道不懂你，不知你吗？你从前对我很尊重，也对我很好，但是那不是懂我，也不是知我。在遇到李逆之前，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的，但是遇到李逆之后，我只想跟他在一起。阿莹，我喜欢你都喜欢成那样了，你为什么说这些话来伤害我？是不是因为我跟接说人结交，所以你才特别生气，才特别恨我？我只是想要活下去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会记得我吗？你不会，你会马上把我给忘了，你会把我抛出脑后，你会嫁给李逆，让我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你会永远忘了我的，你会永远忘了我的。所以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让你嫁给李逆，所以我才去找了解说人。公子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再叫你公子了。因为从前那个爱护我、让我尊敬的兄长，他已经死了。他死了，他死在那条河里了。你当然有权利选择继续活下去，但你为了活着去找接说人，你不能说是为了我去找他们。说来说去，如今这一切，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错了。
阿英，你好狠的心啊！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现在反倒是我咎由自取。你的眼里，除了李逆，没有任何人。不过没关系，阿英。不论你怎么说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见到李逆了。我不会让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你一定会是我的妻子。你做梦！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不止李逆，还有我阿爹，他们都会来救我的。你是逃不掉的。崔家军有无数重骑，你也曾经亲眼目睹过。崔家军的重骑是如何冲锋的。我阿爹会亲自纵着马过来，打碎你的骨头。公子，有奇来报，100余里外有重骑行军的痕迹，大将军应该是带着重骑逼近了。若是大将军带着重骑到了，我们在别院的这些布置就形同虚设，而且那些重骑连马都捉夹，我们的机关对他们毫无用处。最迟明日午时他们就到了。公子，你先带人翻越山岭的小路，先退回接硕之地吧。我守在这里，就假装您和校尉仍在别院之处，我拖住大将军。公子，校尉都已经安顿好了，无论路途如何颠簸，校尉都不会醒过来。这一别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了。能陪伴在公子左右多年，是阿叔的福分。别那么傻。若是大将军真的冲进来，你就说是我逼你这么做的。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性命。脱身之后，再来找我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崔家军的重骑在冲锋。什么样的重骑，竟然大地都震动？那是崔家军能号称定胜军的底牌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崔家军的重骑。不论是什么人，不论是什么阵法，在崔家军的重骑面前，都会被踏平的。
到没有？快走啊！快走！这姓刘的还有用，带他一起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阿莹啊，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的心会疼的。我在，我在。石七郎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你知道吗？有一天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看见你，结果发现那是梦，不是真的。现在我是真的，不信你看，是吧？我们把这个方圆100里啊能找到的牛，通通都给拉过来了，在这个牛肚子上啊绑上树皮。你们不知道啊，这牛冲起来的时候啊，地动山摇，那别院里的人啊，一看还真以为是崔家军的重骑，吓得一个个啊都大喊：“地生军的重骑来了！”哎，那场面真是壮观带劲儿。那你这伤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就甭提了，啊！当我骑着这牛冲过去的时候啊，这接受人是慌乱了一阵子，可一看啊，这不是重骑，哎，这就来劲了。这打着打着呀，我就看着这个阿树要跑，我就去追，这一不小心，这不就受伤了吗？你就吹吧你，你那叫受了点伤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鲍大哥这回伤的可重了，你这以后1年半载的可不许跟人动武了，否则你内脏破损了，到时候大老沈家都救不了了。哎，这不让我打架，可比那个不让我喝酒更难。哎，那酒也是不能喝的，你就只能吃点花生米，多吃点花生米，多吃点花生米。我说耳朵啊，你赶紧把人家桃子姑娘娶回家吧，免得她这一天管东管西的，我可受不了。哎，就是。哎，你这就说的不对了，这怎么桃子姑娘嫁给耳朵了，就不能管东管西啦？哎，不是，对，你没明白鲍大哥那意思。桃子姑娘嫁给耳朵之后啊，那天天就是管耳朵了，没工夫管咱们呀。是啊，桃子姑娘仗义，到时候就算嫁人了，我们受伤了，能不管咱吗？别！哎呀，天灵灵地灵灵，我可不想受伤啊！桃子姑娘，我永远不用你管啊！我们都不会让桃子姑娘操心，桃子姑娘最应该操心的是要和长耳生几个娃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哎，别管桃子姑娘生几个，生一窝。你别听他们说，他们都是乱说的，你别生气。陈韩畅，拜见太子妃殿下。韩将军免礼。如今我已经是清修之人，从前的称谓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是。快请坐吧。太孙殿下一切皆好，听说臣要来见你，十分欢喜，只盼着有一天能亲自来拜见你。他一定长高了许多吧？京中形势复杂，不然就悄悄带他来见你了。秦王曾答应过我，一定会辅佐太孙，继承大统。如今您仍然觉得秦王可信吗？我仍觉得他可信。
前王可信，献王与齐王却野心勃勃。献王居长，齐王嫡次，前王偏又功高勋重，急招忌惮。献王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这个人冲动易怒，行事狠毒，却又不太聪明。从他杀害结发妻子之事便可看出，我只希望他这一辈子都被关着。是，臣会联络朝中忠于太子的旧臣，不会让献王轻易被放出来。至于齐王，他虽然极力掩饰，但也能看出来，他对储君之位垂涎3尺。这个人只有小聪明，而无大智慧。他迟早会露出马脚，到时候我们就对他一击而中。是。来尝尝，崔小姐，来尝尝我们振兴居的烤黄羊。谢谢，我尝尝。吃吧，真好吃。哎，石七郎，是吧？石七郎，有件事儿我们一直瞒着没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是不是又瞒着我偷偷去丰英楼吃酒了？不是，之前啊，我不是找你要过几次银子吗？说是去丰英楼吃酒，其实不是，我们把钱啊都花在别的地方了。包哥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一说，跟俺们把钱花到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似的。哎，花钱还能花到见不得人的地方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哎，那丰英楼的桃子，你赶紧吃羊肉啊！哎，对，吃羊肉。哎，是这样，知道。我们啊，花钱救了个人。哎，对，我们救了个人。哎，不对，我们救了2个人。对，2个人。对，救了秦娘子和她的女儿小喜儿。这世道不好，一直打仗。秦娘子的丈夫借了黄庄的粮还不上，这活活被打死了。哟，那秦娘子是卖艺都没还清欠债呀。班主要逼她做暗娼，还要卖了她的女儿小喜儿。小喜儿才4岁，能忍吗？不能忍。我们一商量就凑钱给秦娘子赎了身。我们把秦娘子啊就安排在我赵二哥老家的乡下，还搭了3间茅草屋，就在宜州巨县旁乡3里冲赵家村。3里冲可是个好地方，有山有河。哎，那河里还有好多小鸭子。小鸭子，对呀，它就能下蛋。哎，那小鸭子又能孵小鸭子。石七郎，到时候咱们就一起啊，跟你回楼兰关。对，回楼兰关，都去3里冲。石七郎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等以后老了不打仗了，我们呀都从楼兰关回3里冲。你要是闲了，就来看我们吧。来看我们。石七郎，你吹的牛，我们帮你圆了。16亩良田，4头上等黄牛，我们帮你准备好，都准备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河水18万，1万就是大地送。瀛州苦寒，萤火虫特别少，每逢秋夕能遇到1只，都稀罕得不得了。可是，偏偏在我出生那晚，从窗外飞进来1只萤火虫，就停在我的襁褓边上，一闪一闪，莹莹发亮。所以阿娘就给我起了这个乳名，叫我阿莹。原来你的名字是这么来的。嗯。我的名字呢，是宗正嗣给我取的。
字面意思挺好，希望我将来能够聪颖，所以名为逆。但到底我也没有一个乳名。乳母从小就叫我17郎，所以叫着叫着也就传开了。那我以后都只叫你17郎。哼，你口口声声叫我秦王殿下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有多气人。小的时候啊，阿爹知道我喜欢萤火虫，就总是跟我说：“阿莹，我给你捉一只萤火虫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？或是让我背书，或是让我写字。”但我总是耍赖。我告诉他：“阿爹，捉1只萤火虫可不行，你要给我捉回来100只，我才答应你。”但是阿爹实在是太忙了，他哪里有功夫真的帮我去捉？所以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100只萤火虫在一起的样子。但是今天晚上，这里肯定有100只萤火虫吧？申生。阿英，我为你捉100只萤火虫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我不会答应的。就算你捉1000只、10000只萤火虫给我，我都不会答应。今天晚上这么快乐，就别提别的事情了，好吗？积极追降！接硕攻破了白水关，白水关是哪儿？陛下，白水关是连州的紧要之地，是我朝至北最要紧的门户。白水关之后是燕州、涿州，无险可守，只能据盲河抗敌。接硕的铁骑甚至可以直入朔州腹地了。陛下，这白水关是如何失守的？
那可是据守接硕的重要关隘啊。平凉大将军崔乙本该有重兵在那儿驻守。据急报，白水关的守将就是被崔乙的养子柳成风劝降，投降了接硕。白水关以南的城池，烽烟处处，被接硕的铁骑蹂躏践踏。更详细的军报还要再过几日才能传入朝中啊！臣听闻早先几日，那崔乙亲自领兵离开洛阳，一路向北。崔乙此举意欲何为啊？既然破白水关的是他的养子，那崔乙倘若早就跟接硕勾结，那现在恐怕山河危殆呀！秦王呢？用不着他的时候，成天惦记着打仗。现在他到哪儿去了？啊！这个逆子，他就是想气死朕。大哥，父皇心中还是偏疼你的，只不过近来朝中群臣又蹦出来了，说是对大哥要严惩，光是幽禁还不够，要削了大哥的王爵。父皇一听也不乐意，但是也不好公然回护大哥。这都是李逆在从中作梗。对了，大哥，父皇这回是真的恼了李逆了，今日还破口大骂了，说李逆不奉旨就出京也就罢了，在回京的路上还特意跑到大哥的皇庄去抢了大哥的粮仓，分给了那些佃户。欺人太甚！他就是跟我作对，就是想消了我的颜面。他趁着我被幽禁的时候，他连我的庄子都敢抢。父皇说他本来还指望着李逆去打接硕的，但崔乙一再上书，说他就在朔州附近，结果父皇一转念说就让崔乙去打吧，还说等齐王回来了就让他去收复洛阳。说来说去就是他手握镇西军，他能打仗罢了。没办法呀，谁让镇西军都只听他李逆的呢？那是我们国朝的镇西军，又不是他李逆的。以前那是战时危局，没有人管这些。现在天下太平了，他凭什么手握镇西军呢？那他岂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吗？是啊，大哥，朝中群臣也多有诟病，父皇也是嘀咕了好几次，但是也削不了他的兵权呐。爹，好，平安就好。让阿爹看看，还好，只是受了些，没受伤。阿爹也瘦了，还憔悴了，肯定是日夜行军，还担心我。接到桃子飞鸽传书，说秦王已经把你救了出来。说实话，那一夜，阿爹才敢闭上眼睛睡着。这一路上，阿爹真是心急如焚，让阿爹担心了。秦王怎么不进营啊？是惧怕我们崔家军的军威啊？阿爹，秦王是送女儿过来跟您会合，他马上就走了。你看看他那样子，只怕连根汗毛都没掉，也好意思说为了救我女儿奔忙？阿爹，他未奉诏就带兵出京，已经很冒险了。叫他那糊涂的皇帝老爹把他脑袋砍了才好。阿爹。真的就这么走了？人家救了你啊，你都不去送送啊？阿爹，您刚才还说呢，让人家糊涂老爹把他脑袋砍了才好。那是一码事归一码事啊，人家还救了你的命，你怎么不去送送啊？算了，没什么好送的。我就说，
哎呀，他们李家个个都是糊涂蛋。阿爹，您现在到底向着谁啊？哎呀，真是无可救药，无可救药。报！大将军，接受破白水关了。父皇，您可都记住了，尤其是关于崔乙和白水关的那些话，一定要驳斥秦王，让他无法替崔乙说情才是啊。放心吧，就这么2句话，朕还是能记住的。那儿臣先告退。殿下到了。儿臣拜见父皇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此番围猎，的确是走远了些。你口口声声围猎，怎么会围到你大哥的庄子上去了？而且把你大哥庄子上的粮食都给抢了。儿臣正想问父皇，为何在朝中与百官言道，想要解除信王的禁足，这才幽禁没有多久便要放出来，如此徇私枉法，天下如何看待？别在这指手画脚，跟那些文官一个腔调，口口声声徇私枉法。到底我是皇帝还是你是皇帝呀？父皇不应该说这种话。别在这里教训朕。儿臣不敢。不敢？你敢的事可多了。哼！崔乙带兵离开了东都，听说他女儿刚刚回到了洛阳，带着不多的人留守。你既然回来了，就领着镇西军去收复洛阳吧。父皇，崔乙在北上迎击接受，父皇却命我去攻洛阳。若崔乙知道后方如此，父皇难道就不怕动摇他的军心吗？洛阳是朝廷的东都，崔乙厚颜无耻占据已久，难道不应该攻其不备，趁机收复吗？你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成天惦记着打仗，现在让你去打仗，却又抗旨。父皇，崔乙在前线抗战，我们不能乱他后方。哼！白水关到底是怎么丢的？军报上写得清清楚楚。崔乙的儿子跑去劝降，守城之将念及旧情，不忍杀他。他倒好，带着接硕的死士，把守将给杀了。哎呀，崔乙养出这样的儿子，通敌卖国，朝中的群臣纷纷都说要治他的罪。那是故相劝我，让崔乙将功赎罪。父皇，崔乙与他的养子柳承风早就一刀两断，只因柳承风勾结接硕，崔家与接硕有不共戴天的血仇。父皇就算怀疑谁，都不应该怀疑崔家。秦王，你真是让朕太失望了。那么朕现在问你，领镇西军收复东都，你遵旨还是不遵旨？儿臣不遵旨。儿臣请旨，回劳兰关戍边。镇西军暂交齐王代管，你就先回府，好好闭门思过去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十七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天在朝中，陛下将镇西军交给齐王代管，齐王命我和父亲即刻出京，父亲前往灵州，我前往毕州。齐王所为，
是谋划已久。那日父皇想命我收复东都，言辞厉害。父皇说不出来那样的话，想必也是齐王叫他这么说的。他这么做，就是想将你身边的人一一调开，然后分化我们镇西军。我在这京中十分不快。自10几岁去了劳兰关，咱们就在一起。你也明白我心里，却在京都王府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而皇宫更是没有意思。可是十七郎，咱们都回不去劳兰关了。阿莹一心想让我明白，信王、齐王非可信之人，说天下不应该有这样的君主。他想让我当这个太子，可我答应过萧妃娘娘，一定要辅佐太孙。我与阿莹本是两情相悦，因为这样的事几乎闹到生分。其实他说的话我心里都明白，只是我有句话一直未同他说。十七郎，你到底在担忧什么呢？是啊，我心中有所顾虑。孙敬已死，天下平定，咱们镇西军该何去何从？而崔家军又该何去何从？如果我当了太子，朝中会容忍太子妃手握崔家军吗？如果我当了太子，崔毅也不会把手中的崔家军交给我。那日，父皇命我收复东都，被我拒绝了。他一气之下，才将镇西军交给齐王。是因为我不想与阿莹兵戎相见。但一旦我成为了主君，就不得不由我亲自去打压崔家军了。人呢？桃子，你吓死我了你！那，给你。什么呀？这么多银钱啊？这都是我平日攒下来的。上一次匆匆忙忙，就忘记给你了。这么多银钱给我干嘛？你先替我拿着，等将来，将来干嘛要我替你拿着？将来？什么将来啊？听不懂。哎，桃子，你上回不都已经答应我了吗？这傻子，我逗你的呀，这么容易就上当，吓死我！好啦，这些银钱呢，我替你好好收着。以后啊，我的饷银也跟它放在一起，说不定之后我们可以买几亩田，或者是个铺子也好啊。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以后你可得当心啊，不能这么容易就被人骗了啊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我带你逛逛西长京。走吧。哎，桃子，这边热闹。十七郎，十七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起来啊！醒醒，醒醒！十七郎，怎么了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崔小姐来了。什么？崔小姐到西长京来了，桃子也来了。耳朵现在去见桃子了。听说啊，崔小姐这次来是特意要入宫觐见陛下。觐见陛下？是啊，桃子姑娘说的。她说呀，这次崔小姐来是带崔大将军来觐见陛下的。
所以说啊，希望能在大潮之日上殿面圣。他这是想气死我！哎呀，十七郎，你这就不对了。虽说是觐见陛下，但八成还是想见见你。你这么说，不是伤人心吗？你不懂，我不懂，那你教教我，说来听听。朝中忌惮崔家，议论纷纷，都像是煮沸的油锅子，但凡沾点水星子都得炸。他还来火上浇油。再说了，他说代表崔大将军觐见陛下，匪夷所思。大将军不奉诏都不能擅自入京，更何况她还是大将军的女儿，怎么能上朝堂呢？朝中那些文官唾沫星子都能喷死他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这话怎么听，都像是在担心崔小姐啊。他主意大着呢，我为什么要担心他？那人家都来了，要不要先去见见他？不见。哎，真的不见？行，不去。哎，不去，真不去。吵嚷这么些天，什么结果都没吵出来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去觐见陛下。小姐，你想不想去见秦王？这个秦王也真是的，你都已经来了几天了，他都不说过来看看你。上回他还巴巴的去救你呢，后来还把你送回来大将军那儿。我当时还想，这个人对我们家小姐还真是挺好的。这才几天啊，怎么突然又像陌路人一样了？你去见过谢长耳了？当然见过啦。那他都跟你说些什么呀？也没说些什么，不是什么要紧的话。那估计秦王也没什么要紧的话要跟我说，所以就不见了。才不是这样呢，虽说是没有什么要紧的话，但是你看啊，我跟耳朵呢一起去看了杂耍，我们还去铺子里买了好多好多东西呢。那就算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在街上走着，那心里也是高兴的。秦王不来见我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我不是着急，我那是担心你。担心我是想着你会不会想要见秦王吗？会不会？还是你想见谁啊？我不想。哎，这个破哨子。桃子，这么久才来，慢死了。今天十七郎在丰英楼请大伙喝酒，我听到哨子就赶过来了，但是太远了，所以才晚。你说，秦王在丰英楼请你们喝酒？是啊。那他有没有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啊？没有。哎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他有功夫请你们喝酒，那说明他不忙嘛。他不忙，为什么不来见我们家小姐？这个老鲍也问他了，但十七郎那会儿就跟没听到似的。这两个冤家，怎么又闹上别扭了？是啊，你看上次救完崔小姐以后，他们俩回来路上感觉还挺好的，一路上既没有吵架也没有打架，感觉客客气气的。你个傻东西知道什么呀？这既不吵架也不打架，那才麻烦呢。不行，咱们得好好想个法子。你想什么法子？既然他不肯去找他，他也不肯去找他，那这两个人当中，必须得先有一个人
迈出第一步。不是什么他呀他的，我都听糊涂了。哎，有了，咱们买干果去。啊？啊什么？走，买干果去。哎呀，走了，快点。早听说丰英楼是京都最好的酒楼，果真名不虚传。菜好吃，酒也好喝，酒是好酒，可惜豹哥他现在不能喝酒了。包大哥呢？刚说方便一下，难道调茅厕去了？人家说方便就是去茅厕嘛，你为什么说调茅厕去？这方便，不去茅厕，难道还能去别处啊？那当然了。这样，咱们打个赌，比划拳，谁要赢了就喝酒，谁要输了就去找老鲍，看他是不是真掉脑。好，玩一把，我先来。兄弟好啊，三星照啊，五魁首啊，六六顺啊，五魁首啊，七魁首啊，七星草啊，兄弟好啊，六六顺啊，五魁首啊，八匹马啊！哎，我赢了！石七郎，你猜隔壁眼前是谁呀？啊，我来，再来，我猜。兄弟好呀，七魁首啊，你就不想知道吗？啊，三星照啊，大哥输了。哎，石七郎，你就不想去看看？行，反正我跟你说了啊，你不去是你的事儿。哎，大哥，来，咱俩来，我先来。兄弟好啊，三星正啊，六魁首啊，兄弟好啊。哎，桃子，你买这么多干果，你是要做什么？小姐喜欢吃这个，我打算用这个干果感动她。哎，老鲍，桃子可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你这1年半载不能喝酒，放下。不喝就不喝嘛。哎呀，豹哥，来点你的花生米。有啊，对呀，豹哥，花生米有啊，这不是？哎，拿着，来吃。啥呀这？哎，石七郎，你俩，这老鲍太抠了吧？太抠门了，是不是你们？这酒确实有些上头，我出去方便方便。石七郎，你慢点，咱们继续。来，6个6啊，兄弟好啊，六六顺啊。过来！哎，买定离手啊！咱们就赌，石七郎去还是不去啊？下注吧！我觉得呀，他肯定去。好，压10文，去10文啊！还有谁？我全压，他不去，他必须去。好，20文，20文不去。好，不去，一言为定，愿赌服输。啥也听不见啊！这要耳朵在就好了啊。嘘。小姐，秦王特意买了你爱吃的干果，让我拿过来的，是吗？是啊。小姐，你可是不知道，这个干果要排很久的队才能买到的。拿来我尝尝。哎，回来了！回来！石七郎，你进隔壁看没有啊？进了吗？没进去了吗？石七郎，没进。哎呀，愿赌服输。老二接着，老四，这石七郎，你咋不进去呢？你害俺输了好多钱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石七郎是军中最好的斥候，他肯定发现啊，隔壁是2个抠脚大汉，发现不是崔小姐，所以就不上当。对，哎，是3个，3个。哎，我怎么看见是2个呢？他们点的酒水饭食，连筷子都是让茶博士上的2双。
你怎么就发现是3个呢？还有一个在楼下，刚刚上来。他们都是贩苎麻的商人，刚从新州过来，身上的银钱有很多。落单那个是去换钱了，本来不想来丰盈楼吃饭，后来想想还是来，所以查博士又多准备了一副碗筷。还是17郎厉害呀！佩服佩服！我就说嘛，17郎虽然没进去，但他肯定会把隔壁是什么人、什么身份弄得清清楚楚。你们还不服气，偏要跟我赌，输了吧？给钱！给钱！哈哈，这是我的。我又输了10文。这秦王特意去给你买了干果，咱们是不是也应该送他点什么，表示一下感谢？确实挺好吃的。不枉你排队排了那么久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干果不是秦王买的？哼，这一眼就被你识破了。看来8成也骗不到秦王。骗他什么？就是这个干果啊，谢长儿也带了一份回去。本来我俩都商量好了，就说这个干果是你给他买的，这下可好，他8成也是骗不到。来，那就谁买的谁吃。真的排了很久的队的，是挺好吃的，辛苦你了。我自己吃。来，哥敬你。大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父皇虽然让我代管镇西军，但是那裴氏父子怎肯听我的呢？我这代管不过是个虚职罢了。比起我来，天天被关在这府上，你强100倍吧。大哥何必泄气呢？眼下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向父皇求情。什么机会？什么机会？母后的继承快到了，看在以示母后的情分上，父皇肯定会心软。对呀，母后的继承快到了，让我要亲自给父皇上书来诉说此情，也许父皇能看在母后的份上把我给放了。大哥放心吧，臣弟定然会全力在父皇面前替大哥求情的。接到殿下的帖子，深感殿下雅意。殿下说得了2团好茶，邀我共赏，我就毫不客气前来叨扰了。顾相客气了，这还有2株老梅庄盆景，是裴元到了毕州之后派人给我送过来的，虽不值钱，但颇有义趣。我是个粗野之人，不懂这些花月之事，但我听闻顾相画梅乃是京中一绝，所以这2株老梅庄盆景放到我府里实在是可惜，回头一并送到顾相府中去。多感殿下圣意，却之不恭啊。对了，这崔乙的女儿崔氏女要觐见陛下之时，礼部还没争出个分晓吗？不只是礼部争执不下，现在啊，连兵部也掺和进来了。兵部说，崔家军在前方抗敌打仗，崔氏女可以视作大将军之子去觐见陛下。可礼部却驳说没有此先例，而户部又说，崔家军的粮草、军饷，均未从户部拨发，自从平凉未阳的税赋中扣除，这笔糊涂账不能不算。现在崔氏女还没有见到陛下，可6部自己却吵了个不可开交。其实这崔氏女要觐见陛下，礼部不就是拘泥于没有先例吗？这崔氏女的母亲贺氏是朝廷敕封的武烈夫人。我记得在瑞景年间，朝廷为了京表辅圣夫人，特意在大朝之日，令辅圣夫人的女儿亲自上殿，由世祖皇帝亲自赐了金表。殿下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，确有此先例。既然如此，那崔氏女便可以上殿觐见陛下了。我刚刚命人去查阅了那份卷宗，果然，秦王前几日也查了这份卷宗。
傅胜夫人的女儿上殿之事，那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只有礼部的积年老吏才能找得到这份卷宗。秦王为了崔氏女，特意寻此旧例，足见他对崔氏女的用情之深。为了那崔氏女，他千方百计，费尽心思，想让她得偿所愿呢。婉儿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。倘若你的对手是崔氏女，为父觉得你颇可一试。但若你的对手不是崔氏女，而是秦王对那崔氏女的一腔真情，那你觉得你还有几分胜算呢？是都不是，就自认失败，那便不配当父亲的女儿了。何况世事难料，纵然秦王对崔氏女有情，但如果崔氏跋扈欺君，通敌叛国，那别说是择婚皇子了，就应该被株连9族。崔乙这个人呢，说他跋扈欺君或许会有，但说他通敌叛国，那倒不至于。父亲，开国左武卫大将军樊国公柴洪被指通敌叛国，最后被问斩街市。就连堂堂开国大将军樊国公都被指通敌叛国，那崔乙怎么就不可能呢？小姐，小姐，刚刚礼部派人来说，可以去觐见陛下了，就在3日之后，大朝之期。是吗？看来他们终于争论出了一个章程啊。反正礼部的人说，是依照什么辅圣夫人之女先例，我也不懂什么意思。总之就是说，小姐可以去觐见陛下了。这还真比我想的快一些。不过我是听说，是顾相亲自去了一趟礼部，翻找了大概60多年前的先例，所以礼部才这么快同意你去觐见的。60多年前的旧例呀，也难为他能找到了。看来顾相为了平息朝中争议，也真是辛苦用心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姐，我听耳朵跟我说，秦王前些日子也去了好几趟礼部，说是为了什么边关的事情去查了好几天的卷宗。哎呀，你也知道，那些卷宗啊，都多少年没人碰过了，他们翻找了几天，弄得灰头土脸的。我看秦王这个人啊，真是挺没意思的。人家顾相都知道去为了我们翻找先例，他呢，只顾自己的事，对你也不闻不问的。哎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？上朝啊？你都多久没上朝了？我记得你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还经常偷懒，装病不愿去。今天是哪阵风把你吹起来，忽然想上朝了？今天天气好，就去上个朝了。天气好？哎，别忘了下朝回来给兄弟们带着鹌鹑下酒啊！传平凉大将军、魏阳大将军、朔州道行军大总管、左威卫大将军崔乙之女崔琳上殿。哎呦！崔乙的女儿啊，这个小子真是一个自杀。臣女崔琳参见陛下。免。谢陛下。既然你说你要代替你的父亲，非要上殿见朕，
有什么事儿就说吧。崔林代父进谏，是为东都洛阳。于孙敬叛乱之时，由崔家军暂为代管。如今天下平静，陛下欲急垂拱之志，故崔家军即刻退出洛阳，将东都洛阳归还于朝中。你是说要将东都洛阳还给朕？是，洛阳是国朝的东都，自然也是陛下的东都。崔家军不过是代管而已。如今叛乱已平，崔家军当然应该退出洛阳，将东都归还于朝。好，很好。哎呀，原来你上殿是为了说这件事，早说嘛！好，哎，朕就喜欢你这么爽快的孩子。哎呀，真要跟皇后说，让她好好设宴，好好的款待你。谢陛下。皇后啊，今天这个崔林穿着盔甲走上大殿的时候，朕心里就在想，这个崔乙如此的无礼，他教出的女儿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可是没想到，崔林一开口就说要将东都洛阳还给朝廷。恭喜陛下，不费一兵一卒，便收回了东都。吴国师说过了，朕是真龙天命，天命所归，当然是福运绵绵。适才陛下说要设宴款待崔小姐，不知要如何办得才好？办得热闹一些，多叫一些大家闺秀，啊，让这个崔林看看，京中真正的大家闺秀都是什么样的，也好压一压他的气焰。是。崔家军如今在朔州作战，朝廷对其猜忌不断。崔林呢，代父入朝，将东都洛阳还于朝廷，这步棋大开大合，果断干脆。这崔乙行事果然是老辣呀，不愧是沙场宿将。依婉娘对崔氏女的了解，倒觉得，或许是崔林向他的父亲建议，才会有今日此举。那这个崔林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在父亲看来，朝中对于崔乙的猜忌，是完全打消了，还是暂时打消了？自然是暂时打消。崔乙是平凉卫阳的大将军，手握重兵，朝廷怎么可能对他不忌惮？适才父亲提到皇后要宴请崔小姐，会请京中闺秀作陪，婉娘是有资格做这个陪客的吧？那是自然。那就让婉娘好好见识见识这位代父进谏的崔小姐。你不是已经颇为了解她了吗？此一时彼一时也。以前她在军中，现在她在庙堂。父皇，今日一见这位崔小姐，没想到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尤其是身着一身铠甲，别有一番风姿。这几天啊，父皇一直在想啊，虽然这个崔宇把东都洛阳还给了朕，但是长此以往，难免他会动歪心思，所以啊，还是得好好的笼络他。崔乙只有一个女儿，你若是娶了他女儿，岂不是名正言顺的把崔家军的军权要过来？父皇明鉴，此事可行。这两天皇后要设宴款待崔林，本来我让皇后就叫上几个大家闺秀，热闹热闹就完事儿了。可现在看来啊，你和公主们还有李妮，都一起赴宴。他们呢都是陪客，你要好好看看崔林，看一看
你到底想不想娶她？别委屈了自己，啊！多谢父皇。臣女崔琳，拜见皇后娘娘。免礼免礼。前日崔小姐着甲上殿，据说英气勃勃，不让须眉。我正想着，今日大约能见着一位女将军，没想到今日崔小姐做闺阁女儿装扮，却又这般仪态万方，窈窕动人。皇后娘娘过誉了。不必拘束，快入座吧。谢娘娘。今日盛会，一为崔小姐洗尘，二为佳景难得。崔小姐久居瀛州，难得来京城，今日就让齐王、秦王这些个年轻孩子招待你游冶尽兴。今日满饮此杯，为崔小姐接风。多谢皇后娘娘，多谢齐王殿下。林母后，夺彩之戏已经预备好了。如此甚好。今日设宴，我正愁没个新鲜玩意儿。齐王特意从南边寻了个新鲜的杂耍班子，就让崔小姐和今日的诸位客人们都一起瞧个热闹。齐王殿下费心了。这夺彩之戏啊，是如今最时兴的。两方上台之后啊，只能抢夺彩帛作为武器，可以使用绊拦、摔挡、绕等方式来阻拦对方，以首先夺得彩球的一方作为胜方。齐王殿下对崔家小姐真可谓用心十足。能不用心吗？毕竟他的父亲手握重兵，既拉拢了崔家，何愁不能储卫东宫？也无怪乎他一个臣女，竟然上书要自责皇子为婿，好生霸道啊！这两队之人，一边要想着如何将对方踢于台下，一边呢还要想着如何夺得彩球，同时呢还要提防自己不被踢下台。这夺彩之戏啊，甚是激烈，听着十分有意思呢。咱们就这么看着，不够热闹。要不，按照京中旧俗来博个彩头吧，不拘多少，好玩罢了。母后所言如此甚好。崔小姐远来是客，就请崔小姐博个头彩吧。是。崔小姐看好哪一队，便可以压哪一队，将彩头置于金盘之上，就是压彩了。一会儿由崔小姐将彩帛置于台上，便算是开彩。齐王殿下看好哪一队呢？我看红队的人机敏灵巧，定是能旗开得胜。那我就压殿下看好的这一队。我压红队胜，以这只金镯为彩头。秦王殿下可要下注？殿下，让婉娘大胆为殿下选一队吧。你想选哪一队？婉娘自然觉得蓝队可胜。行，那我就替顾小姐选蓝队胜。这玉鱼作为彩头。三弟豪阔呀，豪阔！
崔小姐，敬请观赏吧。好，幸不辱命，替崔小姐押中了。殿下好眼光。其余的都赏给获胜的红队吧。崔小姐觉得下一局该押哪一队呢？我觉得还是要押红队。我看红队啊，风头正盛，一定能连胜。传令下去，今日大家尽兴，无论哪队获胜，全部都赏100金。且慢。这次我要亲自上场。啊？二哥，平日里你不是最爱玩了吗？可愿意与我上场一试？这……齐王殿下，崔琳愿意上场，跟殿下搭档，为之一搏。有崔小姐相助，定能拿下此局。可是三弟啊，我们是2人，你却是1人，对你不公平啊！不如你从这杂耍班子里再挑1人作为搭档，如何？不必了，我以1敌2即可。秦王殿下，殿下若不嫌弃婉娘身手笨拙，婉娘愿与殿下搭档上场。顾小姐，这夺彩之戏颇为危险。殿下不必多虑，婉娘明白的。好，那你便同我一起。既如此有幸，从内堂取1对龙凤钗来，为你们添做彩头，待我亲自为你们开彩。谢母后。哎，你说，我们开一家这样的点心铺子怎么样？我就提了那么一嘴，你还真打算上了？当然了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牢牢记在心里。其实呢，开一家这样的点心铺子，不失为一个好想法。而且啊，我看街上那些卖小玩意儿的店铺，生意也很是红火呢。哦，还有那些胭脂水粉铺子，很多小姐夫人都很喜欢。好，你喜欢什么我们就开什么。傻样。今天皇后设宴，你说这宴会到底怎么样了呀？也不知道秦王和小姐他们俩见上了没有？一定会见到的。十七郎那么喜欢崔小姐，他一定会好好的哄崔小姐的。希望他俩赶紧和好吧，要不然，咱俩成日这么好的，他们要是再不和好，我可太内疚，真觉得对不起小姐。一定会的。
殿下忘记了，崔某本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好，崔小姐，巾帼英雄。今日崔小姐，真让我等大开眼界。崔小姐不愧是上过战场的人，如此夺彩之戏也精妙纷呈。这是崔小姐的彩头。多谢皇后娘娘。这对龙凤钗不愧是内省重工，细巧非常。皇后娘娘，您赠我的这对龙凤钗，我可以转赠给他人吗？既然是你的彩头，自然任你处置。谢娘娘。多承秦王殿下相让，娘娘赏的这只钗子，便聊表心意，转赠秦王。齐王殿下、秦王殿下皆是男子，而我也是素来征战沙场惯了，唯有顾小姐素处闺阁，今日却自告奋勇上台，虽然不慎受伤，却没有一声叫痛。那这只凤钗便转赠给顾小姐，以慰你今日之勇。多谢崔小姐。都是娘娘的赏赐，我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。秦王殿下当与顾小姐一起，谢过皇后娘娘恩典。理应如此。谢母后。谢皇后娘娘。不需多礼，你们都入座吧。是。好孩子，你快过来。娘娘，生得这么娇颜秀美，偏又英气过人，最难得的是，你这般大方周全。适才我得知顾婉娘受伤，本想待会儿赠她一对珍珠耳环抚慰一二，你却已经替我想到了。娘娘不怪我唐突才好。怎么会呢？刚才在台上，我看着你，就如同一只燕子一般，轻盈灵巧。秦王素日有勇猛无敌的名头，今日你却赢了他，可见呀，你确实比他还更胜一筹呢。皇后娘娘过誉了。饿了吧？开宴吧。是。你快回去休息。谢娘娘。顾小姐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齐王殿下，齐王殿下。碧波万顷，秋高云淡。如果在花好月圆之夜，泛舟至太液池上，波光映月，
想来风光甚美。春花秋月各有佳时，只是在崔小姐眼中，4时美景，皆不如一展胸中宏图来的有趣吧。你心中恼恨我？人各有志，我何必恨你？我看你是生气的样子。既然说了，自然是有些不悦。恐怕你不是生气输了钱，而是生气我为什么亲你。是啊，你怎能行如此轻薄之举？今日人多，若是被旁人看到，还了得？那你会不会告诉别人？非君子所为，我自然不会告诉别人。谢谢你，我知道是你去礼部查阅了卷宗，找出从前成立，我才可以顺利入朝，去觐见陛下。你不必谢我，安抚大将军，为君分忧，本就是我该做的。秦王殿下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崔某还真是自惭形秽呢。李来，走。怪啊，这内侍明明说是往太液池前来的，怎么没瞧见人影？崔小姐，崔小姐，齐王殿下，此宴结束之后，我也要出宫去，正好送送崔小姐。那就有劳殿下了。恃才夺彩之时，崔小姐赢得实在是精彩，令本王大开眼界。殿下过誉了，那些不过都是玩乐的雕虫小技。若不是有崔小姐在的话，又怎能赢得了秦王，夺得彩头呢？那是殿下眼光好，所以才压得中。那不是崔小姐吗？殿下，顾小姐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我府中有伤药，用了之后不留疤，回头让人给你送一些。多谢殿下。客气了。不知崔小姐平日都有些什么爱好？送来的玫瑰荔枝樱花酪，奶娘吃了说特别好吃，让我再三多谢你。既然奶娘喜欢，下回我请她去店铺里多吃。素闻秋日里骑马驰骋乐游园十分的畅快，我看明日必定是个好天气，不如明日我陪崔小姐去趟乐游园吧。殿下客气了，只是明日我要去慈恩寺还愿。那我陪你去慈恩寺。殿下，殿下，齐王殿下，陛下传你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明日我陪你去慈恩寺，我先去见父皇了。说定了，明日一早我派人去你府上接你。这位崔小姐真是太厉害了，居然把洛阳还给了朝廷。确实，东都与西长京近在咫尺。如今这个局面，他崔家若是再占着洛阳，恐怕只有百害而无一益呀。这难道不是那位崔大将军的主意？我认为，恐怕是崔林的主张。他入朝上殿，归还东都，那么，则皇子为婿之事，他恐怕八成能够称心如意呀。
那这位崔小姐是想做太子妃？太子妃，人人都会觉得太子难为，可是谁有关心过太子妃的处境呢？再聪慧的人，到了东宫中，也得敛起羽翼，收起锋芒。这位崔姑娘，本性率真，她又是一个这么洒脱的人，若真的做了太子妃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娘娘，锦娘，我是从娘家把你带进宫的。从前我是一个多么任性的人，自从嫁到东宫，我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。作为太子妃，要贤良大度，身逢大变，太子身死，太孙流落，我不惜与孙敬周旋，也想尽力争取我大狱光复的机会。娘娘心里苦，奴婢都知道。将来我到了地下，我就会亲口对太子说，我尽力了，我尽了一个做太子妃应尽的责任，甚至是背上千古骂名，我都不会顾忌。可是锦娘，我都不认得我自己了。史书上写到我，也就是寥寥的一句话，也许会骂我不真，可是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到底是谁我都不知道了。娘娘，您哭一场吧，好好的哭一场。不，自从我做了太子妃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不能再软弱和流泪了。我不能忘，我曾是大禹王朝的太子妃。哎，昨天晚上大半夜啊，我又听见十七郎在院子里练剑呢，估计是啊一宿没睡。相思病嘛，睡不着那是应该的。不是，那崔小姐不是在喜上京吗？在就不能害相思病吗？在都在了，相思什么呀？你不懂，你懂。你摸过女人的手吗你？那你懂？你摸过女人的手吗？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行了，喝粥吧。十七郎，十七郎，你这么早去哪儿啊？去散散心。你昨天不是说要给顾小姐送药膏吗？叫谁去啊？难不成亲自去啊？你去吧。得，我就不该问。十七郎，你就没有什么东西要送给崔小姐的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他给顾小姐送东西，却不送东西给崔小姐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哼，你不懂。来，过来吃点儿，快。
见过齐王殿下。你家小姐呢？我跟她约好了同游慈恩寺的。我们家小姐一大早就出门去了，她昨晚特意摘香补了吉时，说得卯正3刻出门才好，还特意说不许带任何人去，这样才显得心诚，连我都不许跟去呢。不过小姐特意嘱咐我，让我在府中等着齐王殿下，跟殿下说声十分抱歉，让您白跑一趟了。无妨，我去慈恩寺找她去。殿下慢走。看着挺简单的，怎么就是变不好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本想着出来走走，结果走到这儿，大概是不由自主吧。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。我并不想去什么慈恩寺。我知道。既然遇上了，17郎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好好陪上我一天？就这一天，你不是秦王，我也不是什么崔小姐，无忧无虑的，快乐的过上一天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
好像你也是在自夸呢。那是自然，我喜欢的阿莹就是这样惊才绝艳。我明明也眼光绝佳，十分厉害呀。大将军，今日交战时抓到个接触方工部的首领，自称知道柳成风的下落，想以此换取活命。属下仔细审问之后，此人交代，柳成风替接硕夺取白水关后，接硕大首领乌洛另派了一批人马，重新进入中原地界，但是去处不详。乌洛是一个狠辣狡猾的人，最会物尽其用。他既然下了如此本钱，又派人出来跟着柳成风潜入中原，必有谋划。好好查问一下那个方工部的首领，再仔细查一下那些接硕人的下落。是。齐王殿下，柳公子果然是胆色过人呐！白水关之事后，人人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你竟然还敢来西长京见我？接硕之患，不过借选之计，而殿下之患，却在肘腋之下。你说的没错，秦王最近是咄咄逼人，我这肘腋之患也是急迫得很呐。承蒙殿下借兵之恩，这一次我也带了不少人马，愿意随时供殿下驱使。我是当朝的齐王，让我用接硕的人，不妥吧？殿下若是觉得有些事不便出手，又或者想要暗中行事，我等皆会奉殿下的号令，为殿下效劳。且无论如何，绝对不会泄露与殿下有半分瓜葛。柳公子如此帮我，到底在图谋什么呀？殿下是个直爽的人，那我也直说了。殿下只许崔林远远不够，只有李逆一死，才能以绝后患。我只想让李逆死。我这三弟果然是得罪了不少人呐。殿下放心，秦王仇家众多，定会将年不永。我三弟素来爱出风头，他要是将年不永的话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这一天过得可真快啊！小的时候，总是觉得岁月很长，但是长大以后，才发现，原来高兴的时光，总是过得这么快。你今天高兴吗？今天，应该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。我也是。可惜再高兴，这一天也要过去了。安得长生继白日，无论我有多么舍不得，这一天还是要结束。是啊。石七郎，如果有一天我做了让你特别生气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就不再喜欢我，心里就没有我了？
本来呢，我是想骗你，说的确如此，但是我舍不得。我这么喜欢你，也许将来还会喜欢你很久很久。我认为，我不会再像喜欢你一样喜欢别人了。所以你怎么对我，我心里都是喜欢你的。我也知道，容忍之量是有底线的。我们再打一个赌，好不好？赌什么？你闭上眼睛，数到10。如果你一直没有睁开眼睛，就是你赢了。那以后，如果我们俩为敌，我会先让你3次。可若你睁开了眼睛，那如果以后你我为敌，你要让我3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数吧。1、2、3、4。我输了。从今往后，我欠你3次相让。此后岁月长，照顾好自己。
家军大捷，杀敌数万，俘获接硕申吏部、方工部万余，更有车马、弓箭、粮草、无计数，并夺回白水关，将接硕逐至白水山以北，不令犯境。臣崔乙即亲自押解接硕申吏部、方工部首领7人赴京献俘，恭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呀，朕就知道，朕是天命所归，无所不利，战无不胜。陛下，崔乙夺回白水关，获此大捷，都是陛下纳言求治、知人善任之故。若非有陛下圣旨，令朝中6部予以力援，也不能得此大捷。裴卿说的是啊，虽说这圣旨是朕所下，但是还得朝中6部各位爱卿兢兢业业，帮衬他们崔家军。幸好近日赵裴卿还朝，不然这献俘一事，朕都不知道该交给谁去办了。献俘之事，按理应由礼部会同兵部办理。无妨，虽由他们办理，但是裴卿你还得替朕多照应一些。遵旨。这么大的喜事，既然献俘太庙，就应该大赦天下。即刻去传旨，将信王放出来，献俘的时候也好与朕同去。陛下，崔家军大捷，信王何功之有？信王故意纵火，杀害数十条性命，这才幽禁多久？陛下要将其赦免吗？他可是你的亲哥哥，你为何这般不依不饶呢？信王妃之死，难道不无辜吗？陛下，刚刚除了急报，崔乙大将军还有一封奏书，随急报一同而来。袁常侍，你把奏书也念一念。看来这个崔乙觉得军功太多，一纸急报写不下，又另上一本奏书，来表彰一下这次立功之人。是。念呐！叩请皇上圣安，臣平凉大将军、魏阳大将军、朔州道行军大总管、左威卫大将军崔乙，特为东宫立储之事，奏陛下，请立秦王逆为太子，以固国。住嘴！这个崔乙简直是混账之极！陛下，陛下乃性情中人，但陛下是圣人，金口玉言，不能言辞轻慢，以免寒了前线大将之心。他以为他打了胜仗就可以对朕的家事指手画脚吗？这个老匹夫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陛下，立储不是陛下的家事，立储乃是国之大事。崔乙身为边关大将军，上此奏书，理所应当。顾相的意思是觉得老匹夫说的有理。陛下虽然春秋鼎盛，但楚二之事，维系宗社根本之重，早正东宫之位，以系宇内之心。不要跟朕掉书袋，说这种大道理。立太子那也得由朕说了算。不管怎么样，立嫡立长都轮不到李逆。陛下，儿臣浅薄无知，不堪屈用。闭嘴！跪下！陛下，如今战乱始平，但北有接硕虎视眈眈，南有百越尚未平静。秦王率镇西军
秦王平乱，方拥陛下即位，垂拱宇内，为国朝之万年大计。臣以为当立秦王为储。臣附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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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退朝！退朝！阿爹的这道奏书，还来得及阻拦吗？大将军说了，知道小姐耽于情谊，不忍逼迫秦王太甚，所以这个恶人就由他来做。大将军还说，料想小姐必定会阻拦的，所以先奏请了朝中，递了奏书，想要阻拦，怕是来不及了。阿爹这是为了我。不惜把自己陷入水深火热当中啊！只怕17郎会因为这件事情十分气恼我跟阿爹。什么？崔乙上书请立秦王为太子？这正是为何一下朝就派人叫你来书房。那父亲呢？我自然是附议。韬光养晦。那是从前的秦王，自从他收复两京之后，秦王便已经是楚军的不二人选。为人臣者，当为陛下直言。裴宪大将军呢？他也是附议。父亲觉得，陛下会立秦王为太子吗？崔乙是平凉卫阳大将军，手握重兵。又打了胜仗，他既谏言立秦王为太子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裴宪是镇西大将军，亦手握重兵，秦王将其视作公公，他们两个人的话，陛下不能不听啊。朝中文臣为父亲马首是瞻，父亲表态应立秦王为太子，文臣们必然不会有二话。崔乙这一步棋下得真妙啊，直取中心。父亲这招顺水推舟，也是极妙啊。大哥息怒，息怒啊，大哥！大哥，我站在朝堂之上，只感觉到大势已去。二弟，是大哥一时疏忽，才遭李密陷害的。看来他早有预谋。我要面见父皇，哪怕活出我的性命，我都要面见父皇。二弟，你快帮大哥想想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父皇赦免了我？大哥想出去，不妨试试苦肉计。苦肉计？公子，怎么办？接受大败，崔乙竟然重新夺回了白水关。崔乙公然上书奏请皇帝立李逆为太子。既然如此，那对李俊和李来来说，便是火烧眉毛了。阿叔，你去亲自问问李来，如今已经迫在眉睫，看一看他是否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。我愿意为齐王殿下排忧解难。是。庞王，什么？我娘的珠子。
还给我，快点！东西还你了，你快走吧。秦王殿下请自重。从此两不相欠。75、80、85，这么多啊！95，还差5个。这个月啊，咱们给秦娘子寄的钱啊，是1500钱。1500钱！哦，1500能买多少小鸭子呀？太好了！买小鹅。小鹅长大了能下鹅蛋，还能看家。瞧你能这点出息！不是，咱上次不是说不买鹅？凭什么不买鹅？不是。哎，石七郎，你回来了。哎，石七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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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咋回事？这是？从此两不相欠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一个人坐在这儿也不点灯？一时走神了。那我去拿个火镰来。桃子，不用点灯，我想自己在这儿坐一会儿。这是怎么了？你声音听起来都有点哑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事，我想坐一会儿。当天空不再蔚蓝，当夜幕不再黑暗，当夕阳染红浓妆，当欢热慢慢消散，当故事不再流转，
你这3更半夜的不睡觉，练什么剑？早已消失在离别里。我说你们少年人啊，就是心火旺，吵了架去找他呀。哎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能有多大的事儿啊？这一宿一宿不睡觉，熬鹰呢。哎呀，这不入相思门，难知相思苦啊！你就慢慢熬吧，我走了。也许你会时而想起。小姐，你一夜都没睡啊？没事，打水洗脸吧。这就去。信王到！陛下，信王到了。父皇，君儿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父皇，儿臣因为再也见不着你了，儿臣冤枉。儿臣冤枉，儿臣没有杀王氏啊！不知为何那个李逆3番5次的想置我于死地。你马上就要当太子了呀！日后他定然不会放过我。我今天能够见到父皇，我就死而无憾了。你快命人帮我送回信王府，你切莫惹恼了秦王啊！李逆是我生的，我还能怕他不成吗？君儿，你放心，朕马上就下旨，解了你的幽禁之苦。李逆若是敢说3道4，我必传杖打他。殿下果然神机妙算，信王一解禁，就忍不住派人四处打听秦王府的细事，可见他是要对秦王下手了。如何？信王的亲信，上次已被秦王全部捉拿下狱，于死狱中。如今，信王能信得过的，是从前张管事的儿子张二郎。我早就按照殿下的吩咐，去找人指点了张二郎。秦王的府中人事简单，唯有秦王的乳母孟氏。秦王待他十分亲厚，可他偏有几个不成器的儿子，贪财好利，有戏可乘。说不定可以在秦王的饮食上找出办法。不会查到我们头上吧？殿下放心，绝不能够。我这位大哥呀，说他莽撞吧，足够莽撞；说他胆大呢，也是足够的胆大。只希望他这一次
能够有足够好的运气，一举成事吧。你也知道，我那个儿子郑五郎啊，十分的不成器，除了吃酒就知道赌钱。以前在家的时候，还总骂我是个老不死的。如今呢，他见到殿下富贵了，把我接到府里来享福，今日竟然又来巴结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奶娘不必介怀。也难为我家那个不成器的郑五郎，突然又成器了一回，特意送来那么些莴笋干。这十七郎啊，很喜欢吃这笋干包子，也不是什么精细吃食，可那时候在梁王府里，又有谁知道他喜欢吃什么，又特意给他准备什么呢？我那时候啊，总是从家里拿来莴笋干给他做包子，那时候他还是个小郎君呢，一顿饭可以吃4个包子呢，我真怕把他给撑坏了。看这馅儿啊，要多放点儿啊。好，我帮你，奶娘。奶娘，你看，这样包对吗？你学得还真快。像你这样温柔体贴、又贤惠又心灵手巧的人呐，不知道谁有福气能娶到你做娘子呢？走，十七郎，十七郎，你猜谁回来了？他这2天啊，耳朵不太好使。十七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殿下脸色怎么回事？生病了？可能是无仗可打，精气神一下就松懈了。这天天半夜练剑，脸色能好才怪呢。半夜练剑？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哦，这不是到了每年入京述职的日子吗？我入京之后就去面见了陛下，没想到陛下见了我之后，突然感叹说毕州太远了，哦，就让我留在京中多休息几日，全当休沐了。走，我带你去风云楼喝酒，替你洗洗尘。身子真没事儿？没事。那去了啊。哎，桃子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你不是生什么病了吧？我没事儿，不过我家小姐好像是病了。啊？她怎么病了？懒于饮食，短于睡眠。她还跟我说她没事儿，那是没事儿的样子吗？还不是因为秦王。小姐说，秦王一定是什……其实十七郎这几天也古怪得很，总是出神。有时我问他话，他就跟没听见似的。哦对，前几天信王不是被放出来了吗？十七郎他想进宫跟陛下理论，但被裴大将军给拦住了，所以他这几天是愈发的闷闷不乐。他们俩一定是大大的吵了一架，比之前那次更厉害的吵架。哎，桃子，你这么聪明，那这一次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是一点辙都没有了。我家小姐多聪明的一个人，还不是拿你们秦王毫无办法。十七郎也是，他那么聪明一个人，这一次也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他也一定是拿你们崔小姐没有办法。冤家，俩冤家。今天殿下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想来是在外面有事呢。照理说，这第1笼包子
怎么都应该请殿下先尝的。但我有好几年没做包子了，也不知道这个咸淡滋味如何。罢了，今天啊，我也不讲究这些尊卑了。老婆子僭越，先尝一个。顾小姐，待会儿殿下回来了，你再同他一起吃，这样滋味才好呢。奶娘。好吃。石七郎，我正准备出去找你呢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奶娘突然发了疾病。不成了，已经摸不到老人家的脉了。殿下，请节哀顺变。是什么急症？怎么会病发这么快？殿下，老人家本来年岁大了，有突发疾病。我来的时候，其实老人家已经过世了，可能是心疾引起，适合病因，现在已无法诊出。大夫，这边写。顾小姐，奶娘发病时你一直在身旁，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有没有说哪里不舒服？下午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有说有笑的，突然就说胸口痛，然后就晕了过去。我赶紧去找鲍大哥，请了大夫。一会儿大夫来了，殿下也回来了。有劳了。殿下太客气了，奶娘待我如同亲人一般，我心里也将奶娘当成了我的亲人。只是没想到，短短一世，就天人永隔。奶娘下午的时候还给殿下做了笋干包子，说那是殿下最爱吃的，要等殿下回来一起吃。怕滋味不好，奶娘还亲自尝了尝。石七郎，我送顾小姐先走，咱们好料理奶娘的后事。顾小姐，这边请。从前不觉得，如今看来，编的是真丑，但怎么就是舍不得扔呢？小姐，小姐，怎么了？秦王的乳母突然得疾病去世了。那他可是要伤心坏了。是啊，小姐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
十七郎，我看了一口好棺木，已经替你做了主，切好了就送过来。奶娘的庄果，我也替你拿了主意，师傅也来算过，说要停灵7天，但不能停在家里，所以今晚连夜要送到城外的玉佛寺去。你也别伤心得太狠了。奶娘下午的时候，还给殿下做了笋干包子，说那是殿下最爱吃的，怕滋味不好，奶娘还亲自尝了尝。十七郎，仵作我已经找来了，军中山验毒的医师我也叫来了。真的要开棺吗？开棺。